重生回龙国千禧年，你一睁眼竟放着肚子疼的虚弱的漂亮媳妇不管，反而跑去破厨房死死盯着煤气灶，周围的邻居都觉得你彻底疯了。但只有你知道自己觉醒了科技餐饮系统，只要完美萃取出老姜里的姜黄素，就能合成天然护卫胶体，这不仅能让媳妇瞬间止痛，还能让你赚到逆天改命的第一桶金。此时陈卓猛地从行军床上坐起，大口喘着粗气，生锈的吊扇咯吱咯吱转，墙上贴着泛黄的杰伦海报，他用力掐了一把大腿，疼得直咧嘴。真回来了，上辈子他干啥不行，天天混日子，跟一帮混混喝酒打牌。老婆林之夏为了养家，白天在超市里或晚上去夜市洗碗，生生把胃熬坏拖成了绝症。女儿念念也因为没钱治哮喘，早早就没了。后来他拼死拼活，靠着理工科天赋成了身价100亿的科技大佬，可就算造出最顶尖的芯片，也换不回老婆孩子的命。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硬核科技餐饮系统激活完毕，检测到宿主前辈子是顶尖理工男，本系统将辅助宿主用物理控温、化学萃取等科学原理解构传统美食，开启餐饮界降维打击。陈卓愣了一下，马上攥紧拳头，老天爷都给他开挂。陈卓发誓这辈子绝不让悲剧重演。旁边破木板床上传来一声痛苦的抽泣声，陈卓赶紧转头，只见林之夏蜷成一团，双手死死按着胃，单薄的睡衣全被冷汗打湿了，脸色惨白，嘴唇咬得没一点血色。旁边的摇篮里，3岁的女儿念念正睡得熟，小脸黄瘦黄瘦的。林之夏听到动静勉强睁开眼，看到陈卓走过来，满眼防备和绝望，声音虚弱的发抖。林之夏说家里真没钱了，最后50块钱是要给念念买药的，让陈卓别拿去喝酒。陈卓心口像被大锤砸了一下，疼得喘不上气，他没解释，只放轻声音说他不喝酒。林之夏胃病又犯了，躺着别动，他去弄点热乎的。说完转身走进连窗户都没有的破厨房，翻开米缸底朝天，拉开冰箱一股怪味，最后只在灶台角落找到半块干瘪的老姜，几颗放了不知道多久的红枣，还有小半碗碎米，就这点东西怎么弄？系统提示音马上响起，扫描到基础食材，推荐方案物理控温姜枣暖胃粥，操作要求水温恒定75度，持续搅拌8分钟。科学原理是传统大火熬煮会破坏姜黄素和红枣多糖，75度是最佳萃取温度，能将药用成分100%提取，同时配合特定频率搅拌，让大米淀粉迅速破壁糊化，形成保护胃黏膜的天然胶体。陈卓眼睛一亮，上辈子他搞科研，天天和温度压力打交道，这点操作简直是小儿科。他拿起卷刃的菜刀，靠着做精密实验练出来的文手，当当当几下就把半块老姜切成不到1毫米的极细姜丝，红枣去核切成均匀碎丁，碎米淘洗干净倒进坑坑洼洼的铝锅里，加上水端上老旧煤气灶，啪的一声打着火，没有温度计根本不需要。陈卓现在的视网膜上直接投射出一个红色的温度条，水温开始上升，30度、50度、70度，到了75度。陈卓手快，一把将煤气灶旋钮拧到最小，只留下一圈微弱的蓝火苗，死死把水温卡在75度。姜丝和红枣丁马上下锅，锅里的水根本没沸腾，水面平静得很，只有锅底冒出比芝麻还小的气泡。要是用传统大火烧开，姜片里的挥发油早跑光了，喝下去除了辣嗓子啥用没有。但在75度的恒温下，水分子就像无数把微小的小锤子，不断敲击姜丝和红枣的细胞壁。陈卓拿起一根筷子伸进锅里，开始以每秒2圈的速度顺时针匀速搅拌，1秒不差，1圈不乱。奇妙的物理反应开始了，碎米里的淀粉颗粒在温水和外力搅拌下迅速吸水膨胀，跟着在微观世界里破裂。原本稀得像水一样的米汤看着就变得粘稠，金黄色的姜黄素和红褐色的红枣多糖被完美萃取出来，彻底融入粘稠的米汤胶体中。不到5分钟，一股奇特的香味在破厨房里散开，没有生姜刺鼻的辛辣，只有红枣的纯甜和米汤的清香，闻一口就觉得肚子里暖洋洋的。陈卓说了声时间到，陈卓关火盛出一小碗，快步端进卧室。林之夏还在床上疼得发抖，陈卓坐到床沿，舀起一勺粘稠金黄的粥在嘴边吹了吹，递到他唇边，让之夏张嘴喝口热的压压胃。林之夏睁开眼，满脸不信，结婚这么久，陈卓连酱油瓶倒了都不服，今天居然会煮粥。他本能想偏头拒绝，但那股暖甜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他干瘪的胃一阵蠕动。他实在太虚弱，连吵架的力气都没了，只能微微张开干裂的嘴唇，就着勺子抿了一小口。粥一入口，林之夏整个人都僵住了，不烫，温度刚刚好，一点都不扎嘴，而且口感太滑了，简直像在喝高级营养糊糊。米汤的粘稠度刚刚好，姜的辣味被完全压住，只留下一股温和的热力，伴着红枣的甜味顺着食道直接滑进胃里。就这一瞬间，那口粘稠的米汤像一张温暖的保护膜，那口温热的米汤直接贴在他痉挛的胃壁上，被75度完美萃取出的姜黄素发挥了强大的止痛作用，原本搅在一起像针扎一样的胃，被这股暖流一冲，竟然慢慢舒展开了，疼痛感立马退了下去。林之夏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陈卓手里的碗，这怎么可能？他这老胃病，平时疼起来吃2片止痛药都得半小时才管用，今天就喝了一口粥，竟然就不怎么疼了。陈卓看着他发愣的样子，嘴角上扬，让他别发呆，趁热喝完，又喂了一勺过去。林之夏这次没躲，一口接一口，不到3分钟，一小碗粥全进了肚子。粥一下肚，他脑门上的冷汗全没了，惨白的脸上甚至多了一丝红润，胃里暖烘烘的，别提多舒服。他靠在枕头背上，看着正用纸巾擦碗边的陈卓，面前这个男人明明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可做出来的事却像换了个人。林之夏问：“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声音还有点沙哑，但已经有了底气。陈卓放下空碗，转过身，看着林之夏，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说：“之夏，以前是我混蛋，让你和念念受委屈了。从今天起，我绝不让你们娘俩再吃一点苦。这个家
我来扛。林之夏看着陈卓，眼圈一下子红了，他偏过头没吭声，眼泪顺着眼角滑进枕头，那双死死攥着被角的手慢慢松开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陈卓轻手轻脚下床，林之夏还在睡，眉头不皱了，看来昨晚那碗姜枣粥挺管用。旁边小床上，女儿念念抱着旧布娃娃睡得正香，陈卓摸裤兜掏出2张皱巴巴的20块和几个钢镚，全家就剩这40几块，房租快到期，之夏得买胃药，念念也该上幼儿园，处处都要钱，去哪弄快钱？陈卓脑子里把地图过了一遍，眼神直接锁定科技园 CBD， 那边全是写字楼，好几万个程序员和白领天天加班，兜里有钱，可中午只能吃楼下重油重盐的快餐，只要东西好吃，他们绝对舍得掏钱。说干就干，他拿着钱直奔菜市场，40几块买不了好鱼好肉，陈卓在肉摊转悠一圈，花20块买了10斤最便宜的鸡胸肉，又花10块买了一大包干香菇和海带，剩下钱全买米和一次性饭盒。到家时老婆孩子还没醒，他钻进厨房关上门，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检测到食材鸡胸肉、干香菇和海带，推荐烹饪方案是热传导物理提鲜法。陈卓咧嘴一笑，把干香菇和海带泡进温水，这俩玩意看着便宜，懂行的却知道这是提鲜神器。香菇里全是鸟苷酸，海带里全是天然谷氨酸，这俩一碰头，鲜味能翻几10倍。市面上的味精鸡精连提鞋都不配。接着处理鸡胸肉，这肉便宜，可火候一过就又干又柴，嚼着像木头渣。陈卓拿起菜刀把10斤鸡肉切成麻酱块，起锅烧水，他没急着下肉，死死盯着水面，水底刚冒出几个黄豆大的气泡，水面还没翻滚，65度刚刚好。他端起案板把鸡肉块全倒进锅，顺手把火拧到最小，系统提示65度是提取游离氨基酸的黄金温度，这温度下蛋白质分解出最多鲜味全跑进汤里，肉纤维也不会紧缩，吃着绝对嫩。要是水一开飙到100度，肉瞬间变硬，鲜味就死锁在里面了。陈卓站灶台前拿木勺沿锅边慢搅，眼皮都不敢眨，生怕火大破坏温度。20分钟一到，他立刻用漏勺捞出鸡肉控干，泡好的香菇海带早切成碎末，连着泡出来的黄水一起倒进锅，开大火收汁，等汤汁熬得像糖浆一样浓，他把鸡肉倒回锅里快速翻炒，哗啦一声，汁水裹住肉的瞬间，一股浓到极点的香味直接在厨房炸开。这香味不是呛人的调料味，而是直往鼻子里钻的纯正肉香和菌菇香。陈卓自己都咽了口唾沫，赶紧盛出20份米饭，把裹着浓汁的鸡肉铺上，一份份装进泡沫保温箱。中午11点半，科技园楼下正是下班点，写字楼里涌出一大片挂工牌的年轻人。陈卓把破自行车停路边，搬下保温箱，拿纸壳写上大字：纯天然提鲜便当，20元一份。2005年外面快餐顶多5、6块，20块绝对算天价。路过的人看了牌子直摇头，有人说20块抢钱啊，有人说一份破盒饭卖这么贵，真当咱们程序员人傻钱多。有人说走走走，去隔壁吃炒饼。过了10几分钟，一份没卖出去，旁边卖凉皮的大妈乐了，说小伙子，你这太贵了，这帮年轻人精着呢，谁买啊？听大妈劝降到8块，保准能卖2份。陈卓没搭理他，看时间差不多，直接掀开保温箱盖子，随手打开最上面一盒便当，白气腾空而起，闷了一路的香味顺风直接扑向人群，太香了！纯粹的肉鲜味混着香菇香，像无形的大手一把抓住所有人的鼻子，把人肚子里的馋虫全勾了出来。正往快餐店走的几个程序员立马停脚，一起转头到处找香味，最后目光全盯在陈卓摊上。一个戴厚底眼镜的胖程序员第一个跑过来，盯着饭盒里油光发亮的鸡肉狂咽口水。胖程序员问老板：“你这饭真卖20？”胖子声音在抖。陈卓说：“20，一分不少，不好吃不要钱。”递过筷子，胖子二话不说掏出20块拍在纸箱上，端起饭盒扒了一大口，鸡肉刚碰舌头，胖子眼睛一下瞪溜圆，这他娘的是鸡胸肉，肉嫩的不用嚼，舌头一抿就化了。更绝的是那股鲜味像炸弹在嘴里炸开，香菇和海带的鲜味全钻进肉纹里，咽下去喉咙还往外冒鲜甜气，胖子根本停不下来，筷子抡得飞起，几大口干掉半盒。胖子说绝了，真他娘的绝了，边嚼肉边冲陈卓竖大拇指，说老板，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盒饭，20块太值了。说完直接掏出100块大钞拍箱子上，说别找了，剩下的钱再拿4盒，我带上去给兄弟们尝尝，天天吃楼下猪食，今天算开洋荤。这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全炸锅了，有人说真这么好吃，给我也来1盒，有人说别挤，我先来的，拿3盒，有人说20就20，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来1份。刚还冷清的小摊直接被围得严严实实，一帮敲键盘的程序员这会儿跟饿狼似的举着钱往前挤，旁边卖凉皮的大妈看傻了眼，勺子掉地上都没发现。不到5分钟，保温箱全空了。陈卓把最后一份递给个瘦子，拍拍空箱大喊没了没了，大家明天赶走。没买到的人叹着气，闻着香味直咽口水，回头看了好几次才走。陈卓蹲路边理了理手里一大把零钱，400块一分不少，除去本钱净赚350。陈卓把350块钱揣进兜里，骑上破28大杠直奔街角电话亭，塞进硬币，拨通林之夏公司的座机。电话一通，那边传来个急躁的女声，问找哪位。陈卓说找林之夏，他是林之夏的老公陈卓。女同事哎呦了一声，赶紧压低声音，让陈卓快去看看。孙老板带之夏去金海岸大酒店应酬了，今天谈的南方大客户王总喝酒不要命，之夏那胃病前2天疼的饭都吃不下，这要是被惯出个好歹，得直接进急救室，让陈卓快想办法。吧嗒，陈卓直接挂了电话，他攥紧拳头，骨节捏得咔咔响。上一世林之夏的胃癌就是从这些天天的陪酒里落下病根的，这辈子谁也别想再逼他喝一口酒。陈卓跨上自行车，2条腿蹬得飞快，直奔中药房。陈卓说老板，
抓50克葛根，30克纸橘子，再拿1罐纯野生土蜂蜜，搞快点！50块钱拍在柜台上，他抓起药就往出租屋跑。按老中医的法子熬解酒汤，最少得2个钟头药效才能出来，但他现在1分钟都等不起，必须上科技，用物理学降维打击。冲进厨房，陈卓把中药材洗干净剁碎，一股脑丢进老旧的铝制高压锅里，加3碗水，盖上锅盖，扣死安全阀，煤气灶火苗开到最大，短短几分钟，高压锅里的水就沸腾了，顶部的限压阀疯狂打转，发出刺耳的嘶嘶声，白气直往上冲。陈卓死死盯着挂钟，这就是高压物理萃取技术。密封铝锅里气压迅速飙升到2个标准大气压，水的沸点直接被拉高到120度。这种极端高温高压下，葛根和纸橘子坚硬的植物细胞壁根本扛不住，砰的一下，细胞壁瞬间破裂，分解酒精的核心有效成分被强行挤压出来，100%溶解在沸水里。原本要熬2个小时的过程，硬生生压缩到了10分钟。陈卓说了声时间到，陈卓一把关掉煤气灶，用冷水打湿毛巾裹住滚烫的锅儿，把高压锅拎起来重重扔进洗菜池，水龙头拧到最大，冷水冲在锅盖上发出嗤嗤声，锅体温度骤降，内部气压迅速回落。陈卓拔掉限压阀，一把掀开锅盖，一股浓郁的药香混着植物的清甜瞬间填满厨房，锅里的液体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没有半点药渣。他拿漏网把解酒汤过滤进大号保温杯，又挖了2大勺野生蜂蜜搅进去，蜂蜜能中和苦味，还能在胃黏膜上形成物理保护膜。拧紧杯盖，陈卓抓起外套就往外冲。金海岸大酒店808豪华包厢，屋里全是烟味，劣质雪茄混着刺鼻的酒精味。林之夏半个身子靠在椅背上，脸白的像纸，额头全是冷汗，他一只手死死按着胃部，连呼吸都在抖。孙老板挺着个油腻的大肚子，端着满满一杯52度飞天茅台，直接兑到林之夏眼前。孙老板说：“小林啊，王总可是咱们的财神爷，人家大老远飞过来，这杯酒你要是不喝，就是不给王总面子。全公司上下忙活了半个月的项目，难道要毁在你手里？”圆桌对面，大客户王总瘫坐在椅子上，整张脸涨得通红，连脖子根都透着血色，他眼神发直，喘气像拉风箱，一张嘴就是一股熏死人的酒臭味。林之夏声音都在发抖，说：“孙老板，我真的喝不下去了，我胃里像刀扎一样疼，再喝真的要出人命了。我以茶代酒敬王总行不行？”孙老板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盘碗乱响，说：“以茶代酒？林之夏，我告诉你，今天这杯酒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你要是敢扫了王总的心，明天就给我卷铺盖滚蛋！这个月的提成你1分钱也别想拿，我还要在圈子里封杀你，让你在江城找不到工作。”林之夏死死咬着发白的嘴唇，眼眶通红。他想到上幼儿园的女儿，想到下个月的房租，根本没有退路。他哆嗦着伸出手，奔着那杯白酒抓过去。砰！一声巨响，包厢实木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重重砸在墙上，屋里的人全吓了一跳。陈卓迈着大步走进来，看都没看孙老板一眼，径直走到林之夏身边，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杯，狠狠砸在地上，哗啦，玻璃碴子碎了一地，白酒溅得到处都是。陈卓声音不大，但透着很近，说：“我老婆不陪任何人喝酒。”林之夏猛地抬头，满眼不敢相信，问陈卓：“你怎么来了？”孙老板愣了2秒，认出这是林之夏那个出了名的废物老公。孙老板气得跳脚，指着陈卓鼻子扯着嗓子骂，说：“陈卓，你个穷光蛋，跑这儿撒什么野？你知不知道王总是谁？你砸了老子100万的单子，你卖血都赔不起。林之夏，你现在就被开除了，立刻给我滚！”陈卓根本没搭理孙老板，一把将林之夏拉起来护在身后。陈卓冷冷地盯着对面的王总，王总正双手死死按着太阳穴，表情痛苦的五官都挤在一起，胸口大口喘气，喉咙里发出干呕声。刚才那声巨响，震得他发胀的脑袋像要炸开。陈卓冷笑一声，说：“100万的单子，你看看他现在这样子，肝脏解毒功能已经全面超载，大量乙醛没法代谢，直接冲进脑神经。他要是再喝一口，引发急性酒精中毒，今天签的就不是合同，是病危通知书。”王总瞪着通红的眼睛，呼哧呼哧喘粗气，说：“你他娘的算老几？保安，把这疯子给我轰出去！”陈卓连眉头都没皱，从兜里掏出保温杯，拧开盖子，一股浓郁清甜的草本香气瞬间飘了出来，这味道直接冲散了包厢里让人作呕的烟酒臭味。这香气让人闻着从头到脚都觉得干净。王总的鼻子猛地抽动2下，骂人的话全卡在喉咙里，原本难受的要命的胃闻到这味道，竟然冒出一股强烈的渴望。陈卓说：“葛根配纸橘子，他用了高压物理萃取技术。”陈卓倒出一杯琥珀色的液体推到转盘上，说：“120度高温，2个标准大气压，瞬间击碎植物细胞壁，里面的活性解酒酶100%保留，见效速度比熬中药快10倍。”陈卓转动玻璃圆盘，把杯子稳稳停在王总面前。陈卓说：“这东西喝下去，3分钟内就能分解王总血液里的酒精，喝了它，王总的头痛立刻就能停。不喝，王总现在就去医院排队洗胃。”王总死死盯着面前的杯子，杯子里冒出的热气钻进鼻腔，简直像救命的仙气。他现在头疼的像拿锥子凿，嗓子眼干的冒火，哪里还顾得上陈卓是谁？他一把抓起杯子，仰脖子一口气灌进肚里。孙老板吓得脸都白了，喊王总别喝陈卓那种不知道哪来的脏东西。孙老板伸手想抢，根本来不及阻止，温热的汤汁顺着喉咙滑进胃里，王总整个人僵在椅子上，一股舒坦的暖流瞬间在胃里散开，野生蜂蜜在胃黏膜上铺开保护膜，火辣辣的刺痛感当场消失。紧接着，高浓度的解酒成分顺着血液迅速游走全身，不到1分钟，王总长长吐出一口气，他脸上吓人的紫红色眼看着褪去，额头的青筋平复下来，原本像灌了铅一样的大脑瞬间清醒了。王总小声念叨：“我的老天爷！”抬手被擦了把额头的汗，猛地站直身子，眼睛完全恢复了清明。王总喊神了，真他娘的神了！他这脑袋一点都不疼了，连恶心的感觉都没了。王总看陈卓的眼神简直像看活菩萨，问大兄弟：“陈卓刚才说这叫什么技术来着？高压什么？”陈卓语气平淡地说：“高压细胞萃取。”王总一把抓起桌上的保温杯，连杯子带底直接往嘴里灌，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抹了把嘴巴，整个人精神头十足。孙老板见王总脸色好看了，赶紧凑着笑脸贴上去，说：“王总，
既然王总身体舒坦了，那咱们把合同签了。王总转过身，一口唾沫直接啐在孙老板皮鞋上，骂签你大爷！孙老板吓得往后退一步，笑得比哭还难看，问王总这是什么意思啊？王总指着孙老板的鼻子大骂，什么意思？孙老板逼着一个有胃病的女人拼命喝酒，就为了拿王总的单子。孙老板这种人根本没有底线，跟孙老板这种人渣做生意，王总晚上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这合作取消了，孙老板的脸瞬间没了血色，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100万的单子就这么飞了，他猛地转过头，像疯狗一样死死盯着林之夏。孙老板骂林之夏，看看林之夏这惹祸精老公干的好事，让林之夏马上给王总下跪道歉。要是挽不回这个单子，公司所有的损失都从林之夏头上扣。他让林之夏好看。林之夏站在陈卓身后，他看着孙老板气歪了的脸，又抬头看了眼挡在自己面前的陈卓。过去这几年，陈卓在他心里就是个混日子的烂人，可今天他像座大山一样挡在他前面，护住了他全是毛病的胃，也护住了他的尊严。他眼眶彻底红了，但硬是没掉一滴眼泪，一股从未有过的底气直冲脑门。他抬起手，一把扯下胸前的工作牌，用力砸在桌子上，塑料牌撞击玻璃，发出一声脆响。林之夏说：“孙老板，不用你开除。”林之夏当场转身，跟着陈卓挺直腰板离开了包厢。夜风吹在脸上有些凉，林之夏打了个哆嗦，但被挺得笔直。刚才砸下工作牌那一刻，他把这几年受的窝囊气全撒了出去。两人打车回到破旧的出租屋，刚走到楼道口，陈卓停住脚，2楼自家的门缝里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那声音又干又哑，那咳嗽声像破风箱在呼哧呼哧拉扯。林之夏喊了一声念念，脸刷得白了，掏出钥匙慌慌张张捅开门。林之夏连鞋都没换就扑进了屋里，狭窄的小床上，5岁的念念正缩成一团，小丫头咳得喘不上气，小脸憋得发紫，双手死死抓着被角，连哭的力气都没了。这是老毛病了，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过敏性哮喘，只要添一遍或者稍微着点凉，这病就犯。林之夏急得问药呢，喷剂放哪了？急得掉眼泪，把抽屉翻得震天响，找出一个蓝色的哮喘喷雾，他凑到床边，对着念念的嘴按了2下，药物喷进去，念念剧烈喘了几口，咳嗽声稍微小了点，但胸口还是剧烈起伏，嗓子里一直发出呼噜呼噜的杂音。林之夏心疼得直掉泪，伸手去摸女儿的额头，这西药效果越来越差了，以前喷1下就能睡着，现在喷2下还是喘，明天得带她去挂吊瓶了。陈卓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林之夏的肩膀。陈卓说：“别打吊瓶了，抗生素用多了，孩子的免疫力全毁了。”陈卓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心里疼得难受。林之夏抬起头，眼睛通红看着他，问：“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硬挺着吧？”陈卓说：“交给我。”语气很稳，没半点慌乱。这病伤在肺经，光靠扩张气管治标不治本，得用食疗把肺里的炎症彻底拔出来。林之夏愣了一下，要是以前，他肯定觉得陈卓在吹牛，可今天晚上陈卓那一手解酒汤，硬生生保住了他的胃。他现在对陈卓有种说不出的信任。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陈卓就出门了。他直奔市里最大的中药材批发市场，转了3、4个摊位，挑了最正宗的无硫熏野生川贝，接着跑到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箱表皮粗糙但汁水极多的砀山酥梨。回到家，林之夏刚给念念洗完脸，小丫头虽然没昨晚咳得那么厉害，但呼吸还是有些沉重。陈卓拎着东西一头扎进厨房，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音响了。系统检测到目标症状是小儿顽固性哮喘，推荐的方案是隔水物理低温慢炖川贝雪梨，核心参数要求最佳萃取水温控制在82.5度，恒温时长3小时，这样有效成分释放率能达到99%。陈卓拿起一个酥梨，用水果刀熟练切下顶部当盖子，接着拿小勺一点点挖空梨核，留下厚厚的梨肉当容器。他把买来的野生川贝放进捣蒜玻璃，用力砸成极细的粉末，抓了一小撮川贝粉，连同2颗黄冰糖一起塞进空心的梨肚子里，最后把梨盖子盖上，用牙签固定死。林之夏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这一套动作特别麻利。林之夏问陈卓：“这是要蒸梨吗？”说他以前也给念念蒸过，没多大用啊。林之夏没忍住开了口。陈卓头也不抬地问林之夏以前是怎么蒸的。林之夏说：“就放锅里，加水，开大火蒸半个小时，梨软了就拿出来吃。”陈卓摇摇头，从橱柜里翻出一个带盖的陶瓷炖盅，把装好药材的梨小心放进去，一滴水也没加，直接盖上炖盅的盖子。接着他拿出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汤锅，在里面加了半锅水，然后把陶瓷炖盅整个放进水里。他拧开燃气灶，没开大火，而是把火苗调到最小，只留中间一簇蓝悠悠的火星。最后陈卓从兜里掏出一根长柄的厨房温度计，直接插进外层汤锅的水里。陈卓说：“林之夏以前那种大火猛蒸的方法全作废了。”陈卓盯着温度计上慢慢往上爬的水银柱，用大白话解释起来。陈卓说：“水烧开是100度对吧？川贝里真正能治哮喘的东西叫生物碱，这玩意儿特别娇气，温度一过90度，结构就全被破坏了。林之夏大火蒸半小时，药效早死光了，吃下去的就是一兜子甜水，这样吃下去能治病才见鬼了。”林之夏听懵了，他虽然听不懂什么生物碱，但觉得陈卓说的特别有道理。林之夏指着锅问：“那我这是？”陈卓指了指温度计说：“这是隔水物理低温慢炖，外面的水温陈卓会一直控制在82度左右，这个温度下，梨肉的细胞壁会慢慢破裂，里面的果汁会自己渗出来，川贝粉在温水里泡着，药效会一点不剩全溶进梨汁里，这叫极限萃取。”林之夏没再说话，就这么默默看着陈卓。整整3个小时，陈卓一步都没离开灶台，水温一高，他就往锅里加一小勺凉水，水温低了，他就稍微把火拧大一点，温度计的刻度
度死死咬在82度那条线上，水温始终稳定在82度上下，浮动不超过半度。快到中午，陈卓关了火，他戴上手套，揭开陶瓷炖盅的盖子，一股特别清甜的香气直接飘满整个厨房。炖盅里没加一滴水，可这会儿却积了小半碗粘稠透亮的汁水，那个酥梨已经变得像半透明的琥珀，软烂的用勺子一碰就化。陈卓把梨和汁水倒进小碗，端到床边。陈卓吹了吹热气，说：“念念起来吃好东西了。”舀起一勺喂到女儿嘴边。念念本来病得没胃口，但闻到这股甜香，乖乖张开嘴，一口咽下去。小丫头眼睛亮了，一点中药的苦味都没有，只有梨的清甜和冰糖的润泽。不到5分钟，一整个梨连汤带水全进了念念的肚子。吃完没多久，念念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林之夏紧张地盯着女儿的胸口，奇迹发生了，刚才还呼噜作响的嗓子，现在居然一点杂音都没了。念念的呼吸变得非常平稳，胸口起伏均匀，闭上眼睛睡熟了。林之夏捂着嘴，生怕自己叫出声吵醒女儿，问这么快就见效了？陈卓把空碗放在桌上，说药效全溶在果糖里了，吸收得快。陈卓说接下来1周每天中午吃1个，这病就能断根。接下来的7天，陈卓每天准时准点去买新鲜食材，每天3个小时低温慢炖，温度控制的比实验室还严苛。念念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以前稍微跑2步就喘，现在在屋里蹦蹦跳跳，连一声咳嗽都没再听见过。第7天上午，陈卓和林之夏带着念念来到市人民医院，挂的是呼吸科主任医师老金的号，这老头是市里有名的专家，念念从小就在他这看病。老金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拿着听诊器在念念的前胸后背听了足足5分钟。听完之后，老金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又拿起刚拍的肺部 X 光片看了半天。老金嘀咕了一句，说真怪了。林之夏心里一紧，赶紧上前一步问金大夫，孩子怎么了？是不是恶化了？老金一拍大腿，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扔，说恶化什么呀？是太好了，好的不正常。老金指着 X 光片对两人说，你们看，上个月来的时候，这孩子支气管这里全都是白色的炎症阴影，现在呢，全没了，一点痰液残留都没有，气道扩张的非常好。老金盯着林之夏问，你们老实交代，去哪弄了什么进口特效药，还是用了什么偏方？这气道痉挛好的太彻底了，连过敏性底子都给压下去了。林之夏转头看向陈卓，陈卓上前一步，笑了笑说，没吃特效药，就是每天吃1个川贝炖雪梨。老金一听，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川贝雪梨我也建议别的病人吃过，顶多润润嗓子，哪有这么霸道的药效？你们别忽悠我这老头子。陈卓也不卖关子，直接把那套隔水物理低温慢炖的方法说了出来，重点讲了温度卡在82.5度以及生物碱不被破坏的原理。老金听完，整个人都听懵了，他在椅子上呆坐了半分钟，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老金激动的脸都红了，说神了，真是神了，中医讲究火候，西医讲究成分，你这是把中药的底子用现代科学的控温技术发挥到极致了啊！温度不超标，有效成分完全保留，怪不得效果比吃药还猛。老金看着陈卓，满眼都是佩服，说小伙子，你这手艺比我这当了一辈子大夫的还管用。这孩子的哮喘算是彻底断根了，以后只要不接触严重过敏源，基本不会再犯。走出医院大门，阳光正好，念念像只出笼的小鸟，在前面又蹦又跳，清脆的笑声在广场上回荡，再也没了那揪心的咳嗽声。林之夏看着女儿欢快的背影，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女儿念念的哮喘彻底断了根，陈卓松了口气，转头就开始办正事。他用卖便当攒的钱做本金，没声张，直接在科技园旁边的餐饮街租下一间100多平米的铺面。这天下午，陈卓拉着林之夏来到铺子门前，门头上挂着崭新的大招牌，写着之夏健康餐吧。林之夏看着招牌愣住了，眼圈发红，转头看向陈卓，声音发颤，问陈卓拿他的名字开店，这得花多少钱？咱们哪来的钱？陈卓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段时间在科技园卖便当赚的，这只是个开始，以后这家店他就是老板娘。林之夏捏紧衣角，用力点头。铺子刚盘下，陈卓马上找来装修队。2005年这会儿，街边饭馆都一个样，前面摆几张油腻桌子，后面用块脏布帘子一挡当后厨，帘子后头黑灯瞎火，满地油污都没法下脚。陈卓开口第一句话就把装修师傅吓了一跳。陈卓让装修师傅把后厨和前厅中间那堵墙砸了，全换成透明大玻璃。装修师傅以为听错了，问陈卓是不是开玩笑，厨房里炒菜跟打仗似的，乱糟糟的，让客人全看着，这谁还吃得下饭啊？陈卓递过去一包烟，说让砸就砸，不仅要全透明，还要装物理新风系统。陈卓画了图纸，要求在后厨顶部装大功率负压抽风机，配合进风口让空气定向流动，保证油烟绝对跑不到前厅。他又买了几根大功率紫外线杀菌灯，每天晚上关门后定时开。紫外线杀菌灯每天晚上定时给整个后厨消毒。这动静闹得不小，旁边开快餐店的老板赵洪涛跑来看热闹。赵洪涛挺着个大啤酒肚，他店里卖重油重盐快餐，后厨脏的连苍蝇都打滑。他叼着烟靠在门框上看陈卓砸墙，撇了撇嘴。赵洪涛吐出一口烟圈，一脸看笑话的样，问陈卓是不是第一次做餐饮，说做这行讲究个闲人免进，把后厨亮出来，师傅挖个鼻屎客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再说了，整那些抽风机杀菌灯纯属浪费钱，听老哥一句劝，菜便宜分量大就行，整这些没用的干啥？陈卓看都没看他，盯着工人装玻璃，说他的店他做主。赵洪涛碰了一鼻子灰，暗骂一句傻缺，甩手回自己店里，等着看这毛头小子能撑几天。5天后装修搞定，没放鞭炮，没舞狮子，之夏健康餐吧直接开门营业。中午12点，科技园下班铃一响，大批白领涌上街头找饭吃。陈卓之前卖便当团的老客户早打听好地址，结伴找了过来。几个戴眼镜的程序员一进门直接愣住，店里亮堂堂的，防滑地砖擦的能照出人影，空气里一点油烟味都没有，还透着股淡淡柠檬香。最绝的是正前方一整面大透明玻璃把后厨和前厅隔开，玻璃后面不锈钢操作台闪闪发亮，所有刀具菜板整整齐齐挂墙上，地面干净的一滴水都没有。一个程序员瞪大眼睛指着玻璃里面喊卧槽，这哪是厨房啊，这比我们公司的无尘实验室还干净。这一嗓子把路过的人都吸引进来了。
大家哪见过这阵仗？平时吃饭谁敢看饭馆后厨？今天居然碰到个把厨房全亮出来的，全都凑到玻璃前面看稀奇。陈卓穿着雪白厨师服，戴着口罩帽子，站在玻璃后面开始操作，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面板展开，提示目标菜品是低温慢煮鸡胸肉配清炒时蔬，热力学计算已开启，当前环境温度24度，湿度60%。陈卓拿出一块新鲜鸡胸肉，没像传统厨师那样直接下锅猛炒，他拿出一个带刻度量杯，倒水加盐调配出浓度精准的盐水，把鸡肉放进去浸泡。接着他拿出一把红外测温枪，对着锅里的水测了一下，水温显示65度。陈卓把装在密封袋里的鸡肉放进水里，按下旁边的电子秒表，外面围观的顾客全看傻了眼。有人问这老板做菜怎么还拿温度枪测啊？另一个人说你懂什么？这叫科学。你看那水温一直卡在那个点上，那锅水浸的连个气泡都不往上冒。又有人说怪不得人家敢用透明玻璃，这操作也太牛了，跟做精密仪器似的。15分钟后，秒表滴滴响，陈卓捞出鸡胸肉，表面稍微一煎，切开装盘端了出去。点餐的程序员迫不及待夹起一块鸡肉放进嘴里，刚嚼2下，他眼睛猛地一亮。程序员大喊一声太绝了，这真的是鸡胸肉吗？怎么一点都不柴？咬下去全是汁水，太嫩了吧。旁边的人咽了咽口水，问真有那么好吃？程序员说骗你是小狗，这比我吃过的高级西餐厅还要好吃，而且一点都不油腻。程序员大口扒着饭，吃得满头大汗。这下大堂里炸锅了，有人喊老板给我也来一份，又有人说我要一份牛肉的，还有人喊排队，别挤啊。不到半小时，店里30个座位全坐满，没座位的就在旁边站着等，队伍直接排到门外大街上。陈卓在玻璃后面手脚麻利的忙活，他利用热传导原理，精准控制每一口锅的温度。炒青菜时火候卡在青菜纤维断裂的临界点，炒出来的菜翠绿发亮，吃进嘴里脆甜爽口，营养一点没流失。这种碾压级别的操作和味道，彻底征服了这帮挑剔的科技园白领。玻璃外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边等一边看陈卓做菜，像在看表演。看着那干净的挑不出毛病的厨房，吃着健康美味的饭菜，谁还愿意去脏乱差的小馆子？隔壁的赵洪涛站在自己店门口，看着陈卓店外排起的长龙，嘴里的烟掉地上都顾不上捡。他回头看自己店里，中午饭点大堂里只坐了2桌人，空荡荡的。赵洪涛气得一脚踢翻门口的垃圾桶，转身冲进后厨，指着满地油污骂都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把地拖干净！没看见人家生意多好吗？可不管他怎么骂，客人路过他店门，看一眼昏暗的灯光和油腻的桌子，全都摇头去陈卓那边排队，一直忙到下午2点，高峰期才算过去。陈卓关火走出后厨，摘下口罩。前厅里，林之夏站在收银台后盘点中午的账目，他手里抓着厚厚一沓钞票，手都在抖。陈卓走过去递给他一杯温水，问他累坏了吧？算出来多少没有？林之夏猛地抬头，眼睛发亮，脸颊兴奋地发红。林之夏问陈卓猜咱们中午这一顿卖了多少钱？林之夏压低声音，生怕别人听见，说1800块，就这一中午，这收入顶他以前大半个月的工资了。陈卓笑了笑说这才刚开始，晚上还有一波，以后天天都会这样。林之夏看着陈卓，又看了看宽敞明亮的店面，他把钱整整齐齐码进抽屉里，腰杆挺得笔直。而对面魏百家快餐店里，赵洪涛眼珠子都快瞪出血了。一连3天，之夏餐吧天天爆满，队伍排到马路牙子上，他自己的店里空荡荡的，苍蝇都没几只。后厨切菜的小弟二狗凑过来小声嘀咕说老板，再这么下去，咱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赵洪涛一巴掌拍在桌上，说陈卓那小子绝对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违禁香料，不然怎么可能那么香？他眼珠一转，掏出200块钱拍在二狗手里，说今晚你晚点走，去对面后巷垃圾桶翻翻，看他们到底扔了什么配料残渣，要是能摸到进货单，我再给你加500。二狗两眼放光，把钱揣进兜里，连连点头。半夜2点，二狗戴着手套，把之夏餐吧后门几个大垃圾桶翻了个底朝天，还真让他找着几个煮破的纱布包，里面全是熬剩下的香料渣。不仅这样，他还从一堆废纸里拼出一张撕碎的调料采购单。第二天一早，赵洪涛看着桌上的香料渣和用透明胶带拼好的单子，高兴的嘴都咧到耳根了。他念着八角、桂皮、草果、白芷、良姜这些名字，冷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神仙配方，不就是些烂大街的炖肉大料吗？就凭这几样东西也敢卖那么贵？他立马把店里大厨老李叫出来，把单子拍在老李胸口，说照着这个去买，今天中午咱们也推出秘制健康餐，肉不用买好的，就用冰柜里那些冻了半个月的碎肉块，多放点大料进去就能盖住那股腥味了。老李抓抓脑袋，说这配方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啊，直接扔锅里炖。赵洪涛一脚踹在老李屁股上，说废话，炖肉不就是大火猛煮吗？给我煮烂乎点，香气全逼出来。临近中午，魏百家门口挂出一条大红横幅，写着全新推出秘制营养健康餐，之下同款口味只要半价。赵洪涛还搬了个大音响放在门口，循环播放打折广告，这招还真管用。不少在科技园上班，平时嫌之下餐吧稍贵的人，一看这边半价，呼啦啦全涌进魏百家。之下餐吧这边排队的人明显少了一小半。林之夏站在收银台后，看着对面热闹的样子，急得直绞手指。他快步走进后厨，拉住陈卓袖子，说陈卓快去看看，对面赵洪涛挂牌子说卖咱们同款的健康餐，价格只有咱们一半，咱们的配方是不是泄露了？陈卓正盯着面前的一口大不锈钢恒温桶，脑子里叮的一响，淡蓝色的全息热力学解析系统面板弹了出来，面板上恒温桶内的数据正在跳动，当前水温92.5度，草果挥发性芳香脂提取率87%，苦味生物碱释放率0.1%，蛋白质变性程度完美。陈卓头都没回，拿起长柄汤勺搅了搅锅里的清汤，说
配方，那张废弃的进货单是我故意撕碎扔外面的，他想学就让他学去。林之夏愣住，问你故意的，万一他真做出来了怎么办？陈卓转身抽纸巾擦手，说之夏，做菜不是抓中药，把料凑齐扔锅里就行。同样是草果和白芷，我用60度温水泡发去苦，再用92度恒温慢炖45分钟，提取的是香味。他指着对面魏百家的方向，说赵洪涛那种大老粗，肯定以为火越大越好。草果和白芷不经过预处理，直接扔锅里大火滚煮超过20分钟，里面的生物碱就会大量跑出来，不仅味道发苦发涩，还会严重刺激肠胃。再加上他店里那些不新鲜的冻肉，根本没经过低温排酸处理，高温一催，肉里的组胺和毒素全混在汤里，那不是健康餐，那是强效泻药。话音刚落，对面魏百家店里就传出一声怒吼，赵洪涛！怒吼声在店里炸开，震得空气都在颤抖。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程序员大哥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碗筷直响。赵洪涛正坐在柜台后面数钱，吓了一跳，赶紧跑过去堆起笑脸，哎呦兄弟，怎么了这是？饭菜不合胃口。程序员大哥怒道，和你大爷！他指着面前那碗黑乎乎的炖肉，说这肉又柴又硬，咬一口满嘴苦味，还有股子酸臭味，你这叫之下同款，你喂猪呢？赵洪涛脸色一变，硬着头皮狡辩，兄弟这你就不懂了，这是药膳，我们加了名贵中药材的，苦口良药懂不懂？程序员大哥怒道，我懂你个鬼！旁边一桌的胖子也憋不住了，捂着肚子站起来，脸色惨白，哎呦我去，我肚子怎么这么疼？话没说完，胖子捂着屁股就往厕所冲，紧接着店里全乱套了，哎呦我也疼，这肉绝对有问题，真恶心，我想吐。店里10几个刚吃完饭的顾客全捂着肚子叫唤，有的往门外跑去路边吐，有的为了抢厕所差点打起来，整个魏百家大堂立马乱成一锅粥，酸臭味和呕吐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根本没法闻。程序员大哥气得脸通红，一把揪住赵洪涛衣领，说你用变质肉骗我们，退钱赔医药费。赵洪涛急得一头汗，拼命挣扎，说松手，你给我松手，你们自己肠胃不好，关我什么事？程序员大哥怒道，还敢嘴硬，一拳砸在赵洪涛眼眶上。赵洪涛惨叫一声，一屁股摔在满是油污的地上，其他没来得及上厕所的顾客也围上来，气得掀翻了桌子，盘子碗筷碎一地，黑乎乎的肉汤溅得墙上到处都是，动静闹得太大，整条街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林之夏站在自家店门口，看着对面乱成一团的场面，惊得张大嘴巴。他转头看向陈卓，眼里全是佩服。陈卓，全被你说中了，他们真的吃坏肚子了。陈卓双手抱胸，看着赵洪涛狼狈的样子，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系统的微观掌控能力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在这个连温度计都没在后厨用上的年代，赵洪涛想靠几张废纸偷走核心技术，简直是做梦。没过半小时，刺耳的警笛声响起，2辆救护车和一辆卫生局的白色面包车停在魏百家门口，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赶紧把又吐又拉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直接冲进魏百家后厨，不到5分钟，工作人员捂着鼻子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发黑的冻肉和一锅煮的发黑的香料汤，指着赵洪涛的鼻子大骂，肉类严重变质，违规使用过量香料掩盖异味，立马关门整顿，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赵洪涛顶着个乌青的眼圈瘫坐在地上，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是一样的配方，怎么就变毒药了？围观的人指着魏百家大门都在那骂，我就说便宜没好货，这黑心老板用臭肉烂料糊弄人，还敢打着知夏餐吧同款的旗号，真是不要脸。还是知夏餐吧靠谱，人家那厨房玻璃透明的，干干净净吃着放心，以后打死我也不贪这种便宜了。那些原本在魏百家排队的人吓得赶紧跑回知夏餐吧这边，老老实实重新排起长队。早上5点半，陈卓开着2手面包车来到南城最大的农贸市场，知夏餐吧天天爆满，菜肉需求翻了几倍，他得亲自来进货。他走到老王的蔬菜批发档口，准备挑几筐生菜和西红柿。老王，来5筐生菜，3筐西红柿，2筐黄瓜，直接装车。陈卓开口喊道。老王一抬头看见陈卓，脸色变了，他赶紧把菜筐往后拉，眼神躲闪。陈老板，今天没货了，菜都订出去了。陈卓扫了一眼档口后面堆成山的蔬菜，挑了挑眉，那不是货吗？我加钱拿。老王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凑过来，陈老板，你别难为我了。赵洪涛那家店虽然被封了，但他小舅子是这市场的地头蛇，昨晚人家挨个档口打了招呼，谁敢把菜卖给你，以后就别想在这摆摊，你赶紧去别处看看吧。陈卓看了一圈，平时见他笑呵呵的摊主全低头装忙，没一个敢看他。原来赵洪涛明面上干不过，玩起了断供这招。陈卓笑了，他早就不想在这进货了，这里的菜农药多，化肥催出来的口感差，根本达不到他的标准。赵洪涛这招反倒推了他一把。陈卓二话不说，转身上车，一脚油门开出市区，开了1个多小时，他来到城郊30公里外的青柳村。这地方靠山，水土好，没污染。车停在村头的老根农场前，陈卓下车走到菜地边，农场主孙老根正蹲在地头抽闷烟，旁边放着大号塑料喷雾器，满院子都是刺鼻的农药味。陈卓走过去问大叔，这地里的菜卖吗？孙老根头都没抬，摆摆手说卖啥卖，生了蚜虫，叶子全啃坏了。孙老根说，我正准备打农药呢，打完这批菜也得缓好几天才能吃，你走吧。陈卓低头看青菜，叶片上全是针尖大的绿虫子，看着直起鸡皮疙瘩，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微观物质扫描开启，视线里的蔬菜瞬间放大无数倍。陈卓看清了蚜虫的口气和土壤深处的成分，系统提示土壤氮肥过剩，酸碱度失衡，导致植物免疫力下降，虫害对大蒜素与辣椒碱极度敏感，物理渗透压能破坏表皮细胞。陈卓一把按住孙老根要提的农药桶，说大叔，这毒药不能打。陈卓说，你打下去菜是保住了，但农药超标，这菜就废了。孙老根急眼了，用力甩手说，你个城里娃娃懂个屁，不打药。孙老根说，明天这菜就得被虫子吃光，我不打药你给我发钱啊。陈卓指着脚下的黑土说，你这地化肥用的太狠了。陈卓说，土壤板结酸性大，菜长得虚胖，这才招虫子，你今天打了药，明天还会长别的虫。孙老根愣住了，他种了一辈子地，确实发现这几年地
越来越难种，化肥越用越多，虫子也越来越毒。但他一脸不服说：“那你说咋办？总不能拿手捏吧？”陈卓说：“用不着拿手捏，我给你配点东西，5分钟就能让虫子死绝。”陈卓说：“那东西还绝对无毒。”说完便挽起了袖子。孙老根瞪着眼，满脸不信说：“吹牛不打草稿，农药都杀不死，你能行？”陈卓没废话，让孙老根拿来5斤大蒜，1串干红辣椒，又掏了一盆草木灰。他把大蒜辣椒全倒进时就捣成泥，接着烧了一锅开水，把泥倒进去熬煮。水温一高，一股呛鼻的辛辣味冲天而起，熏得孙老根直咳嗽，眼泪都掉下来了。陈卓盯着系统的温度提示，系统提示当前水温85度，大蒜素与辣椒碱萃取率达到峰值。陈卓喊了声停火，把锅端下来，用纱布过滤掉渣子，只留洪亮刺鼻的汤汁。接着把草木灰兑水搅匀，过滤出碱性灰水，按系统给的比例倒进辣椒大蒜水里。陈卓说：“装桶喷，把液体倒进喷壶递给孙老根。”孙老根心里打鼓，接过喷壶，对着虫害最严重的白菜地喷了下去。辛辣的雾气落在菜叶上，2分钟过去，孙老根刚想开口嘲笑，眼睛猛地瞪大了。只见菜叶上那些蚜虫像触电一样疯狂挣扎，紧接着身体迅速干瘪，噼里啪啦掉进土里，死得透透的。大蒜素和辣椒碱配合草木灰的碱性，直接破坏了虫子表皮防护层，让它们瞬间脱水干死，毫无化学残留。不到5分钟，白菜地上的虫子掉得干干净净，绿油油的菜叶子一点没受损，反倒洗得发亮。孙老根扔下喷壶，喊了声：“我的老天爷啊！”孙老根扑到地里，抓起一把死虫子手指抖，连声说：“神了，真神了！”他说：“我这水比几百块的进口农药都管用。”他转头看陈卓的眼神全变了，像看财神爷。陈卓拍拍手上的灰，掏出早准备好的合同递过去。陈卓说：“孙叔，我开了家餐吧，需要最顶级的食材，以后你这农场必须按我的标准种地，一点化肥不许用，全改农家肥，虫害就用我今天教你的法子。”陈卓指着合同上的数字说：“只要种出纯天然无农药的菜，地里长多少我收多少，收购价比市场最高价再高2成。”孙老根看着价格，激动的脸都红了，他手都没洗，在裤腿上蹭了蹭，抓起笔就按手印，说：“小老板你放心，以后这片地就是你家的专属菜园子，搞定蔬菜源头。”陈卓又用同样的方法，在隔壁村拿下2家散养土猪和走地鸡的农户。当天下午，一辆装满新鲜菜肉的3轮车停在知夏餐吧后厨门口，伙计们赶紧卸货。胖厨师抓起一根黄瓜冲了冲，咔嚓咬了一口。胖厨师眼睛一亮，说：“卓哥，这黄瓜绝了，又脆又甜，满嘴清香味，跟菜市场买的完全不一样。”陈卓笑了笑，拿出一块大黑板，写下一行大字，直接挂在餐吧正门口，上面写着：“从田间直达餐桌，本店食材全来自专属绿色基地，100%纯天然无农药，拒绝任何化学添加。”到了晚上饭点，知夏餐吧门外排队的人比昨天还多，端上桌的菜散发着食材本真的香气，一盘最简单的清炒小白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一个熟客竖起大拇指大声夸，问老板：“你家这菜咋种的？这西红柿有我小时候在乡下吃的那种味儿。”另一个客人说：“这肉也香，一点腥骚味都没有，真有嚼头。”店里全都在夸。林之夏在前台收银笑个不停，念念坐在高脚凳上，抱着大西红柿啃得满脸是汁。陈卓站在后厨玻璃窗前擦了擦手，看着外面爆满的客人。赵洪涛这顿操作没卡住他的脖子，反倒帮他建起了别人没法复制的核心壁垒。中午12点半，知夏餐吧门外排队的人甩到了马路牙子，一个穿灰夹克戴黑框眼镜的干瘦男人挤进店，脖子上挂着索尼相机，眼珠子乱转。这人叫老金，网名毒嘴老金，是某浪播客最火的美食博主。他靠打假骂街起家，嘴特别毒，只要被他挑出毛病写进博客，饭店轻则生意完蛋，重则关门大吉。老金今天就是冲着知夏餐吧来的，这几天网上全在夸这家菜绝，他根本不信。老金找个空桌坐下，对着墙上100%纯天然无农药的黑板咔咔连拍3张，冷笑嘟囔：“吹牛不上税，越打着纯天然旗号的背地里越脏，今天老子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他刚拿起菜单，门外吱一声刹车，一辆卫生监督面包车停下，4个穿制服的稽查员大步进门。隔壁饭店老板赵洪涛跟在后头，换了身干净西装，满脸兴奋。他一进门就指着切菜的陈卓扯嗓子喊：“领导，就是他，这就是我实名举报的黑店。”店里吃饭的几10个顾客全愣了，筷子停在半空。林之夏吓得手一抖，硬币掉一地，赶紧把念念抱下来护在怀里，脸都白了。赵洪涛更来劲了，站大厅中央大嚷：“大伙别吃了，这店的菜香的不正常，我干餐饮10几年，没见过白菜能做出肉味的。他绝对往锅里加了化学香精和大烟壳，后厨脏的跟猪圈一样。”老金一看，激动得手直抖。卫生局突击检查加同行实名举报，爆款素材啊！他端起相机对着2人一通猛拍。稽查队长板着脸走到出餐口，掏证件一晃：“老板陈卓是吧？有人举报你们用违禁添加剂，卫生严重不达标，我们要全面检查后厨，请配合。”林之夏急得眼圈发红，刚要解释，陈卓一把拉住他，拍拍他手背：“没事，让他们查。”说完，陈卓推开后厨玻璃门，侧过身：“几位领导里面请，随便查。后厨每个角落都经得起检查，随便看。”4个稽查员戴上鞋套，头套进后厨。赵洪涛也厚着脸皮挤进去等看笑话，可一进门全愣了，这哪是后厨，简直像无菌实验室。防滑地砖干干爽爽，没一滴水；不锈钢操作台擦的能当镜子，最容易藏脏东西的抽油烟机滤网，连一丝黄油都抠不出。赵洪涛瞪大眼，不甘心地喊：“表面功夫，案板上肯定全是细菌。领导你们摸摸水槽，肯定全是油。”陈卓冷笑一声，打开旁边带锁铁皮柜，拿出一个大号测温枪一样的黑仪器。这玩意儿在05年可是稀罕物，是陈卓花重金从医疗器械厂搞来的，光用眼看没用，咱们用科学说话。陈卓拿根无菌棉签在案板上用力擦了几下，塞进仪器测试孔。这是 ATP 荧光检测仪，专测细菌残留的。按下检测键，滴滴2声，屏幕亮起绿光，跳出个数字12。
稽查队长董航倒吸一口凉气，这怎么可能？数值比市医院无菌手术室还低。赵洪涛肥脸直哆嗦，结巴大喊：不可能，你机器肯定是坏的，你作弊。陈卓没搭理他，拔出棉签扔进垃圾桶，看着队长领导，既然仪器没坏，赵老板又这么关心卫生，顺便去他店里测测，就在隔壁，走2步的事。队长一听，立刻盯住赵洪涛。赵洪涛吓软了腿，转身要跑。我今天休息没开门。2个稽查员一把按住他，队长一挥手，走，去隔壁查。10分钟后，隔壁传出赵洪涛杀猪般的惨叫，仪器一测，他后厨案板细菌飙到3000多，冰柜底下扫出2只死老鼠，由桶里查出地沟油。队长当场开罚单，2张封条交叉贴在门上。赵洪涛瘫坐在地，店彻底完了。老金在外头看得清清楚楚，他放下相机，敲着桌子喊：老板，卫生好只能说明你勤快，可菜的香味怎么解释？没加香精不可能这么香，给我上一碗最清淡的汤，要是难喝，我照样在博客曝光你。陈卓点点头进后厨，对付这种挑剔的舌头，得用狠招。陈卓拿出新鲜松茸和散养土鸡，普通炖汤发黄发腻，陈卓直接把土鸡剔骨，鸡肉放绞肉机打成极细的肉蓉，接着拿出一台恒温水浴锅，高汤烧开后倒进肉蓉，利用蛋白质预热凝固的物理吸附原理，肉蓉像海绵一样把汤里杂质全吸成一个大肉团，捞出肉团扔掉，锅里只剩白开水一样透亮的纯净鸡汤。紧接着他把松茸片放进特制高压萃取罐，利用精准控制的压力，把松茸细胞壁里的香气分子硬挤出来，打进鸡汤里，这在物理学上叫分子级风味融合。10分钟后，陈卓端着白瓷碗重重放在老金桌上，汤清澈见底，没一点油花，看着清汤寡水，一点食欲都没有。老金冷笑说：就这，跟洗锅水有什么区别？糊弄鬼吗？他满脸嫌弃的咬了一小口送进嘴里，汤刚碰舌头，老金整个人僵住，手停在半空，眼珠子猛地瞪圆，没有味精那种假鲜，纯粹的氨基酸鲜甜像炸弹一样在嘴里爆开，松茸的泥土清香和鸡肉的醇厚完美结合，汤滑进胃里，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老金有严重神经衰弱，天天头疼睡不着，可这热汤下肚，紧绷的神经像被热手揉开，熬夜的疲惫焦虑全没了，物理萃取出的纯粹营养成了最顶级的安神药。老金一句话说不出，勺子越舞越快，不到2分钟把汤喝干，碗底舔得发亮。他放下空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盯着陈卓看了半分钟，满眼都是福气。老金什么废话都没说，掏出100块拍在桌上，找零都不要，抓起相机大步出门。林之夏跑过来收桌子，看着空碗有点懵，问卓哥，这人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陈卓边收碗筷边笑说没事，他很快就替咱们说话了。半夜12点，某浪播客首页弹出标红新文章，打假10年。这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写着：今天我给这家店跪了。老金放上了一尘不染的后厨照片、ATP 检测截图和清汤特写。文章最后写道：老子这辈子没喝过这样牛的汤，没一滴香精，全是科技狠活砸出的真材实料，喝完倒头就睡，治好了我10年失眠，不服自己去尝。第2天一早，知下餐吧彻底出圈火爆，毒嘴老金的文章一发，知下餐吧彻底爆火。第2天刚亮，店外就排起长龙，整条街挤的全是人，收银机响个不停，票子落了厚一点。陈卓在后厨忙着控温熬汤，林之夏在前厅跑前跑后招呼客人，累得满头大汗，却一直笑着。生意一火，消息直接传回了陈卓老家。下午2点多刚过饭点，玻璃门被粗暴推开，砰的撞在墙上，3个人晃晃悠悠走进来，带头的是陈卓大伯陈大军，旁边是大娘王翠萍，后头跟着染黄毛边走边抖腿的堂弟陈宝。陈大军穿着发黄的旧背心，踩着满是泥的皮鞋，进门就往干净的瓷砖上吐了口痰。陈大军扯着嗓门喊陈卓，说大伯来看你了，玻璃都跟着响。林之夏正擦桌子，皱了皱眉，赶紧拿纸巾把地上的痰擦掉。林之夏问大伯大娘你们怎么来了，说卓哥在后厨忙着呢。林之夏客客气气的向他们打招呼。王翠萍翻了个白眼，一屁股坐在中间沙发上，伸手摸了摸桌子。王翠萍说怎么着，亲侄子开这么大的店，长辈还不能来看看？他撇着嘴打量装修，说又整得挺亮堂，去给大娘端几盘最贵的菜，再弄点好酒，坐大巴过来饿死我了。林之夏没吭声，去后厨端了3份减脂餐和2碗清汤摆上桌。陈宝看着水煮鸡胸肉和西兰花，满脸嫌弃，说嫂子，这连点油水都没有，喂兔子呢，给我弄个红烧肉，多放味精多放盐。林之夏耐着性子解释说店里只做健康餐，没红烧肉。陈大军扒了2口，把筷子往桌上一摔。陈大军说行了，不吃这破玩意儿，之夏你去把陈卓叫出来，大伯有正事。林之夏说大伯，卓哥在里头盯一气走不开，有事跟我说一样。林之夏闻言立刻站直了身子。王翠萍眼珠一转，压低声音说之夏，村里都说你们发大财了，你看陈宝连个工作都没，大娘跟你大伯商量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打算在老家县城也开一家之夏餐吧。林之夏沉住气没接话。王翠萍接着要说你们把招牌借我们用，做菜和汤料配方抄一份，以后县城那店赚的钱全归我们，你们当哥嫂的就当帮衬弟弟。陈大军跟着点头，觉得理应如此，说对，你们还得包我们店的食材。陈大军要求每个月往县城发1车食材就行，要招牌，要配方，还要免费供货，这哪是加盟，分明是明抢。林之夏攥紧抹布深吸一口气，换做以前他早吓得不敢出声，可这段时间他天天看陈卓用科学标准打败造假同行，他太清楚这招牌是陈卓熬了多少个通宵拿数据砸出来的，谁也别想毁了他。林之夏把抹布往吧台一放，冷下脸。林之夏说大伯大娘，开分店可以，得守规矩。陈大军瞪眼大喊，说规矩？什么规矩？我是他亲大伯，我的话就是规矩。林之夏根本不怂，转身拉开收银台抽屉，拿出一叠文件拍在陈大军面前。林之夏说这是加盟合同，想开店先把字签了。陈大军看着密密麻麻的字发了。林之夏指着条款一条条念。林之夏说第一，卫生标准，后厨必须配 ATP 荧光检测仪，早晚测2次，桌面、刀具、菜板的细菌数值必须低于30，超标立刻停业整顿。林之夏说第二，烹饪标准，肉类必须用恒温
水浴锅低温慢炖，温度卡死在65度，误差不能超过 0.5度。汤料必须用超声波设备萃取，不准加一滴味精、香精。林之夏说第三，食材来源，蔬菜必须是有机农场直供，每批都要带农残检测报告。林之夏声音越发平稳，死死盯着对面3人，能做到这3点就能加盟，前提是先交50万品牌保证金，查出一次违规扣5万，扣完直接摘牌。一家3口全傻眼了。王翠萍尖叫刺耳，说50万，问是不是抢钱，说自家人开店还管我们要钱，问我是不是掉钱眼里了。陈大军气得脸通红，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碗筷直响。陈大军骂林之夏少拿听不懂的词忽悠他，说什么 ATP 65度做饭不就是起锅烧油放调料，老子炒了几十年菜用你教。他指着林之夏鼻子骂，说他不就是不想给配方，行，他自己进去拿。说完推开椅子就往后厨冲，陈宝也跟着往里挤。林之夏一步跨上前，死死挡在玻璃门前，说后厨种地不能进。陈大军说滚开，他是陈卓大伯，这店有他一份。陈大军伸手去推林之夏肩膀，林之夏半步没退，冷冷盯着他。林之夏说大伯，我再说最后一遍，这是之夏餐饮，不是村口流水席，这儿每道菜都是算准了的，你们那种脏乱差的搞法，只会砸了卓哥的招牌。陈大军骂臭娘们敢教训他，说他今天非替陈卓教训他。陈大军扬起巴掌就要往林之夏脸上扇，旁边猛地伸来一只粗壮胳膊，一把捏住陈大军手腕，是新招的保安队长大刘，练过散打，胳膊比陈大军大腿还粗。大刘一用力，陈大军疼得冷汗直冒，弯腰嗷嗷直叫，喊哎呦疼疼疼，让放手。林之夏看着他，眼睛都没眨，他掏出手机按下110，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林之夏说你们今天敢在店里砸一个碗，动一个人，他马上报警。他声音不大却透着很近，说寻衅滋事加敲诈勒索，进去关个3-5年不成问题，问是自己走还是他让警察请你们走。王翠萍吓得腿软，赶紧拉住陈大军胳膊，说他爹好汉不吃眼前亏。王翠萍说这丫头现在心狠，咱们快走。陈大军被大刘甩开，揉着发紫的手腕，恨得直咬牙，说行，你们两口子有种，以后别回老家。林之夏冷冷吐出2个字，说不送。一家3口夹着尾巴钻出门，头都不敢回跑得飞快。店里安静下来，服务员和大刘全看呆了，平时轻声细语的老板娘刚才简直像换了个人。后厨玻璃门推开，陈卓擦着手走出来，他早听见动静了，只是一直没出来。他靠在门框上，看着前厅站得笔直的林之夏，他说的每句话，拿出的合同，还有那绝不退缩的眼神，他全看在眼里。陈卓嘴角一勾，给林之夏倒了杯温水递过去，说刚才干得漂亮，对付那种人就得一步到位。林之夏接过水杯，呼出一口气，亲戚的麻烦解决了，可他脸还是拉得老长。他拉开抽屉，掏出一大沓顾客意见卡拍在桌上。林之夏说卓哥，外头的麻烦解决了，但咱们店里的麻烦才刚开始。之夏餐吧火了以后，这1个月咱们连开了3家分店，生意是好的连轴转，可你看看这些意见卡。陈卓拿起卡片翻看，2店的宫保鸡丁太咸，鸡肉发柴；3店的鱼香肉丝没有总店那个味儿，酸甜口不对；1店的排骨汤一股子腥味，水加多了。陈卓皱起眉头，3家分店1星期收了60多起投诉，全嫌味道不对，这就是中餐连锁的死穴。总店有他亲自盯着，火候、克数、时间全按物理化学标准来，可分店高薪请来的大厨根本不听这套。陈卓说去2店后厨看看，抓起车钥匙往外走。2店后厨热气直冒，排风扇呼呼响，主厨老李光着膀子颠勺，灶台火星直往上窜。老李是花大价钱从大酒楼挖来的老师傅，平时在后厨横着走。陈卓站他身后看了2分钟，脸沉了下来。墙上挂着他专门配的电子温控仪和精准定时器，插头都没插，落了一层灰。老李抓起一把盐随手往锅里一撒，又拎起酱油瓶瓶感觉倒了一大股。陈卓出声说停一下，老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老板，手里铁勺没停，问陈老板咋来了，说马上出锅，他这道鱼香肉丝绝了。陈卓指着墙上的仪器说，我给你的操作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肉丝滑油的油温必须控制在120度，时间15秒，你刚才油温起码160度，炸了半分钟。老李一听这话，脸直接拉长，他拿抹布擦擦手，一脸不服气说，陈老板，你这就不懂行了，我老李掌勺20年，靠的就是手感和眼力，中餐讲究的是啥？是少许、适量、火候，你弄那些冷冰冰的机器，那是做菜吗？那是搞化学实验。陈卓没跟他废话，拿起红外测温枪对着刚出锅的肉丝按了一下，屏幕亮起。陈卓说表面温度165度，内部温度只有80度，受热极不均匀，这肉丝已经柴了。还有，你刚才倒的酱油多了5克，酸甜比例全乱了，这菜不能上。陈卓夹起一根肉丝，搅2下吐进垃圾桶。老李火气直往上冒，把铁勺往铁锅里猛砸，当啷一声响，后厨所有人闻声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老李说，陈老板，你要是这么挑刺，这活我没法干了，天天拿个破表掐秒算克数，侮辱谁呢？我今天把话放这，没了我老李，你这2店明天就得关门。老李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摔在案板上，后厨10几个帮厨连气都不敢出。2店经理大刘急得直冒汗，凑过来拉陈卓袖子，压低声音说，老板，不能让他走啊，现在饭点马上到了，外头几十桌客人等着上菜呢。他一撂挑子，咱们今天这招牌就砸了。老李抱胳膊靠在灶台上冷笑，等着陈卓服软。陈卓看都不看他一眼，转头对大刘说，去财务给他结账，多发半个月工资，让他马上走人，谁想跟着他一起走的，现在就可以结账。老李愣住，眼睛瞪得老大，问陈卓，你真敢开我？陈卓说，知夏餐饮不需要大厨。大刘挂牌，今天2店停业1天，把3家分店的店长和后厨骨干全叫上，跟我去西郊厂房。陈卓声音不大却透着很近。1个小时后，西郊2000平米的大厂房里，大刘和几个店长站在门口，全看傻了眼，这哪是厨房，简直是个高科技化工厂，一排排亮闪闪的不锈钢密封罐，粗大管道连着各种仪表盘，
几个穿白大褂的工人正盯着屏幕数据。陈卓走在前头，拍拍一台2米多高的巨型机器。陈卓说这是超声波低温萃取仪，传统熬高汤靠厨师看火候，火大了汤发苦，火小了不入味。这台机器利用超声波高频震荡，在低温环境下直接把猪骨和老母鸡里的纤维分子全震出来，不用沸腾，营养全保留。最关键的是，只要设定好参数，它熬10000次，味道全是一模一样。几个店长听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得老大。陈卓又走到另一台冒白气的机器前，说液氮秒冻机，零下196度，刚炒好的菜放进去，3秒钟内彻底冻透，细胞壁来不及破裂，水分和口感全部锁死在里面，一点都不流失。他一把拉开舱门，极寒白气直往外冒，周围温度降到冰点。大刘咽了口唾沫，问老板：“这冻成冰疙瘩的菜，热出来能好吃吗？”陈卓没废话，走到工作台，拉开大冰柜，拿出一包冻得像砖头一样的真空塑料袋，里面装的正是鱼香肉丝。陈卓说这叫冷链料包，是他昨天在总店按精确克数和温度配好，过完液氮送过来的。陈卓在电磁炉上烧开一锅水，说都看好了，水烧开，料包连袋子扔进去，定时8分钟。他按下秒表，所有人死盯着锅里翻滚的塑料袋。8分钟一到，陈卓用夹子捞出料包，甩干水分，拿剪刀剪开袋口，往白瓷盘里一倒，哗啦，热气冒出，红亮诱人的鱼香肉丝铺满盘子，浓浓的酸甜肉香顺着热气飘满厂房，比老李刚才在后厨炒的还要香。陈卓说尝尝，递过去几双筷子。大刘第一个抢过筷子，夹起一大块肉丝塞嘴里，刚嚼2下，他眼睛瞪得溜圆，说卧槽，这肉也太嫩了吧，酸甜口刚刚好，汤汁全裹在肉上，这比刚才老李炒的强了100倍。老板，这真是冷冻包热出来的。大刘激动的一拍大腿，其他几个店长赶紧抢着尝，是完全不吭声了，下巴都快掉地上了。这味道和陈卓在总店亲手炒出来的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陈卓手指敲敲不锈钢桌面。陈卓说从明天起，所有分店辞退高薪主厨，后厨只招普通操作员，不用练刀工，不用懂火候，只要认识字，会看表，能把料包按规定时间扔进热水里加热就行，用工业参数。这套流程彻底替代了厨师的经验积累。大刘激动的脸通红，直搓手说老板，这招太狠了，以后咱们开分店再也不用看那些大厨的脸色了，后厨全换成操作员，人力成本起码能砍掉1大半。接下来的1个月，知下餐吧全面推行中央厨房冷链配送，傻瓜式的加热操作让3家分店上菜速度翻了1倍。到了饭点再也没人催菜，品控死死咬住标准，每一盘菜的盐分、温度、口感都精准到克，顾客好评直线上升，回头客一波接一波，分店营业额直接翻番。这天林之夏拿份红头文件进办公室，关上门拍在陈卓桌上。林之夏说省体委的公开招标书，全运会下个月在隔壁省开幕，省队正急着找集训期的营养配餐供应商。陈卓翻了2页文件笑了，说这是好事啊，拿下这个单子，咱们知下餐吧的名气就能直接冲出本市了。林之夏拉椅子坐下喝口水，直摇头，说没那么简单，我打听过了，这单子是个烫手山芋，省队要求苛刻的很，每一顿饭的脂肪、碳水、蛋白质比例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他掰着手指算账，说传统中餐厅干不了这活，厨师颠勺全凭手感，一勺油下去脂肪直接超标，洋快餐能标准化，可他们那套健康餐天天水煮白菜鸡胸肉，连盐都不敢多放，运动员天天高强度训练，吃这些嘴里干出个鸟。前几天田径队刚闹了罢餐，嫌伙食太差咽不下去。陈卓听完直接笑出声，说要健康又要好吃还要数据精准，老婆，这不正是咱们最擅长的领域吗？陈卓站起身，卷起招标书敲敲手心，说用工业参数代替厨师经验，这套模式咱们已经跑通了，现在是时候给他们上点真正的科技狠活了。接下来3天，陈卓把餐吧全交给林之夏，自己一头扎进大学食品工程实验室。他很清楚运动员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高强度训练后肌肉里堆积的乳酸，乳酸排不出去，肌肉就酸痛无力，恢复期拉长拖慢进度，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子就稳了。陈卓跑去中药材市场，花高价买了一批上好的野生黄芪和当归，这2样在传统药膳里是活血化瘀、促进代谢的极品，但他绝不熬药汤，药汤苦涩难咽，还含有大量复杂生物碱，运动员尿检严得很，吃错一口感冒药都可能查出兴奋剂阳性，直接禁赛。直接用中药熬汤等于往枪口上撞。陈卓直接启动实验室的超声波细胞破碎仪，他把药材切碎放进烧杯，注入溶剂，机器一开，刺耳的高频震荡声响起，每秒2万次超声波震荡下，植物细胞壁被直接撕裂。黄芪和当归里真正能加速乳酸代谢的小分子多肽成分完美释放进液体里，接着他把混合液倒进高速离心机，机器狂转，所有药渣、大分子生物碱和可能引发尿检异常的杂质全被死死甩在管底，最后抽出来的只有小半瓶清澈见底、没一点药材苦味的精华液。陈卓切了块上好牛腱子肉，用注射器把精华液均匀打进肉的肌理中，抽干空气，扔进恒温水浴锅，设定65度，低温慢炖8小时。周五上午，省体委办公大楼竞标会议室，屋里坐了10来个市里有头有脸的餐饮大老板。本市最大豪华酒楼海鲜阁的王老板坐在前排靠椅剔牙。王老板阴阳怪气开口：“哟，这不是卖快餐的陈老板吗？”王老板挺着大肚子问：“怎么着？你那10块钱一份的盒饭卖不出去，跑这儿来找销路了？”周围几个老板跟着笑起来。有人说：“陈老板，这可不是给工地送盒饭，省队运动员肠胃金贵得很，你那重油重盐的快餐，一口下去人家1周训练就白瞎了。”陈卓看都没看他，把保温箱稳稳放桌上，拉椅子坐下。陈卓说：“王老板管好自己的海鲜就行了，嫌吃萝卜蛋操心。”王老板脸色一僵，冷哼一声，说：“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丢人。”很快，体委负责后勤和医疗保障的李指导带着几个专家走进来，他翻看各家递上来的配餐方案，眉头越皱越紧。翻到陈卓的方案时，李指导的手猛地停住，他死死盯着配料表，脸色一下沉了。李指导猛抬头
声音严厉，问之下餐饮的陈卓是哪位？陈卓举手说我是。李指导把方案本重重摔在桌上，啪的一声响。李指导说你这简直是瞎搞，配料表上写着黄芪、当归提取物，你把省队当什么了？养生馆吗？李指导气得拍桌子，说运动员饮食最忌讳乱加中药材，里面成分复杂，万一含有违禁物质，尿检查出兴奋剂阳性，整个省队4年心血全毁了。谁给你的胆子往菜里加这些东西？王老板在旁边满脸幸灾乐祸接话，说李指导说的对啊，这做快餐的根本不懂规矩，想一出是一出，这不是害人吗？会议室里议论纷纷，全都拿看笑话的眼神看陈卓。陈卓连脸都没红，直接站起身打开桌上的银色保温箱。陈卓说，李指导您先别急着发火，方案行不行看数据尝实物。他端出个白瓷盘，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片红润的切片牛腱子，盖子一掀，一股纯正肉香直接在会议室里散开，没一点中药苦味，全是浓浓的牛肉鲜香。好几个老板闻到这味道，肚子没忍住咕噜响了一声。李指导愣了一下，看着盘子里的肉，没闻到预想中的中药味。陈卓递过去一双干净筷子说，尝尝。李指导半信半疑夹起一片牛肉放进嘴里，刚一嚼，他眼睛直接瞪圆了，这牛肉软烂到极点，根本不用力嚼，满口肉香直接炸开，最关键的是口感清爽，吃不到一点肥腻的油。李指导惊讶地看着陈卓问，这口感怎么做到的？脂肪含量多少？陈卓竖起3根手指。陈卓说 0.3%， 我用了实验室级别的高速离心机，把牛肉里的游离脂肪全部甩了出去，蛋白质保留率高达 95%。 陈卓指着盘子声音平稳说，至于您担心的中药违禁成分，我用的不是大锅熬药，是超声波细胞破碎和分子级萃取，我只提取了黄芪和当归里能加速乳酸代谢的小分子多肽，所有可能引发兴奋剂误判的生物碱和杂质全被过滤掉了，这块肉绝对干净。李指导听得一愣一愣的，离心机、超声波分子萃取，这他娘的哪里是在做菜，这分明是在搞尖端科研。但他这人看重实际效果，绝不凭几句话就信。李指导一咬牙盯着陈卓说的天花乱坠没用。陈老板，你敢不敢拿你这套配餐去队里做个实地封闭测试，吃1周，测体能，查尿检，只要有一项不合格，你立马走人。陈卓说求之不得，一口答应。接下来7天，省队田径组5名核心短跑运动员1日3餐全改吃之下集团送来的定制配餐，菜色每天不重样，离心脱脂的红烧肉，超声波萃取提鲜的清蒸海鱼，低温慢炖65度的原味鸡胸肉，几个运动员吃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以前吃白水煮菜吃的脸发绿，咽下去都得用水顺，现在顿顿吃肉满嘴留香，吃完还不用担心长肉。一个短跑健将说，这他娘的才是人吃的饭啊！啃着脱脂红烧肉激动的直拍大腿。第7天下午，省体委体测中心，李指导死死盯着手里刚打印出来的体能测试报告，手抖个不停。李指导问，这数据没出错吧？田径组主教练一把抢过报告看了一眼，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报告曲线清清楚楚，经过1周高强度极限训练，这5名运动员体内的乳酸清除速度比平时快了整整1倍，这意味着别人跑完几组冲刺大腿酸痛的休息2天，他们睡一觉第2天肌肉就恢复弹性继续死练。更吓人的是，在乳酸快速代谢加持下，这5人的体能极限测试数据硬生生拔高了 20%，20% 的体能提升，在赛场上就是拿奖牌和被淘汰的天壤之别。李指导猛转头冲着大门吼，尿检呢？尿检报告出来没有？医疗组组长抓着几张化验单气喘吁吁跑进大厅，满脸通红。医疗组组长说，出了，全阴性，没任何违禁成分，连一丁点可疑代谢残留都没，干净的跟白开水一样。整个体测中心静了3秒，紧接着爆发出欢呼声，几个教练激动的抱在一起猛拍后背。李指导大步冲到陈卓面前，双手死死握住陈卓的手，激动的话都说不清。李指导说，陈老板，神了，你这营养餐简直是神仙配方，好吃就算了，还能实打实拔高训练成绩，服了，我老李彻底服了。李指导转头冲着助理大吼，嗓子都破音了，还愣着干什么？马上准备合同。全运会集训期间，省队几百号人的伙食必须全交给知下集团。站角落里等着看笑话的王老板脸色惨白，他看着那份惊人的体能报告，嘴唇哆嗦半天，一句话都憋不出。他知道自己那套传统大鱼大肉的搞法，在陈卓这种降维打击的科技狠活面前连个屁都不是。王老板夹紧公文包，低着头，灰溜溜挤出大门，没脸呆了。当天下午，签约仪式在省体委大楼会议厅举行，闪光灯咔嚓作响，林之夏穿着干练职业装，手里紧紧攥着盖了鲜红公章的巨额合同，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陈卓站在他身边，工作人员将那块实心铜牌稳稳挂在墙上。拿下省队金字招牌后，知下集团彻底火了，每天门店一开，排队能拐2条街，这下惹眼了。没过半个月，跨国快餐巨头麦肯克坐不住了，这帮卖汉堡薯条的洋品牌，眼看知下把健康中餐做大，直接眼红来抢肉吃。他们在知下餐吧对面一口气连开5家大店，开业第1天就拉起10几米大红横幅，8小时慢熬营养大骨汤，只要9块9。麦肯克还搞买汤送主食，大喇叭从早喊到晚，整条街飘着浓郁肉香味。这招一出，知下的客流直往下掉，原本排队的食客一听对面只要9块9，全跑去占便宜了。晚上对账，林之夏看着大跌的营业额，翻账本的手指抖。林之夏把计算器拍在桌上说，陈卓这不对劲。林之夏说，我找人查了今天的鲜猪股价，麦肯克卖9块9，算上人工租金，每碗最少亏5块。跨国大公司疯了，跑这儿做慈善。陈卓没吭声，叫伙计去对面买了1碗回来。塑料盒一接，一股极浓的骨汤味直冲鼻子，汤白的跟牛奶似的，飘着几点葱花。陈卓低头一闻，冷笑一声，连勺子都没动。陈卓把盒盖扣上，推开说，做慈善，你想多了，这香味太冲，根本不是骨头熬的，这是化工原料厂出来的科技狠活。林之夏愣住问，科技狠活？陈卓指着汤说，对，真骨头熬8小时，骨髓油脂和水融合，汤色确实变白，但那是微透亮的，带肉清香。这碗汤白的发假，香味刺鼻，一闻就是香精加多了。麦肯克看之下没动静，直接蹬鼻子上脸。第2天，网上冒出满屏
屏幕的帖子全在骂之下，什么健康餐吧，就是卖高价坑老百姓的黑心企业，一碗破汤卖20多，人家国际大品牌麦肯克才9块9，味道还更浓，支持麦肯克，打倒之下这种暴力奸商。水军带节奏，网友跟着起哄，店长急得直打电话，说中午连一半座位都没满，全跑对面了。林之夏气得手指抖，说这帮人太不要脸了，明明他们造假，反倒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我这就去发声明澄清。陈卓一把拦住他，说发声明没用，跟流氓讲道理，他们只会耍无赖，对付这种化学魔术就得用硬核科技扒了他们的底裤。陈卓掏出手机，直接打给合作的高校食品联合实验室。陈卓说，老张，把你们实验室那台高速冷冻离心机和质谱仪给我腾出来。对，陈卓要求对方立即通电，今晚就要使用设备。挂断电话，陈卓转头看林之夏，说架摄像机，晚上8点全网直播。毒嘴老金那边我打好招呼了，他用几百万粉丝大号给咱们转播，晚上8点整，之夏直播间准时开播。几万个看热闹的网友涌进来，弹幕全是被水军带偏的骂声，让退钱。陈卓没穿西装，套了件白大褂，戴着透明护目镜，站在一堆精密仪器中间，镜头拉近，不锈钢实验台上摆着2碗汤，一碗麦肯克9块9大骨汤，一碗之夏25的清炖骨汤。毒嘴老金的大脸出现在连麦屏幕上，端着茶杯喊说，兄弟姐妹们，今天老金不探店了，带你们看啥叫真正的降维打击。陈老板，开始你的表演。陈卓面对镜头，一句废话没有，今天不带货，就教大家认清化学魔术。他拿起一叶枪，从2碗汤里各吸出50毫升，装进2根透明离心管，贴好标签，直接塞进旁边半人高的高速冷冻离心机。这台机器叫离心机，转速12000，离心10分钟。陈卓按动面板，如果是真骨汤，在超高速旋转下，脂肪、水分和蛋白质会自然分层，界限分明。如果是勾兑的，咱们看结果。机器发出低沉嗡嗡声，直播间弹幕停顿了一下，网友全被这硬核架势搞懵了。平时餐饮老板吵架都拍桌对骂，这位直接搬实验室机器。陈卓盯着面板跳动的数字，冷冷开口说，真正的骨汤是时间和火候的艺术，不是往水里兑几勺粉末就能糊弄的。10分钟后，机器滴的一声停了。陈卓戴上橡胶手套，拿出2根离心管，直接对到高清镜头前，贴之下标签的管子，液体分成清晰3层，最上面是薄薄的清亮油脂，中间是透亮淡黄汤水，最底下是一点肉碎和骨髓沉淀，这是真骨汤。陈卓指着管子，中间这层是游离的氨基酸和小分子肽，营养全在里面。接着他举起贴麦肯克标签的管子，弹幕瞬间炸锅。麦肯克那管液体根本没清澈水层，最上面浮着厚厚一层像白蜡似的死面疙瘩，死糊在管壁上，中间是浑浊糊状物，底下沉淀着一堆灰白不明粉末，看着恶心吧？陈卓拿玻璃棒敲了敲管壁，最上面这层白蜡叫植脂末，俗称奶精，这东西便宜，能让汤瞬间变白变浓，但里面全是反式脂肪酸，吃多了血管就像这根管子一样，直接堵死。底下的灰白粉末是工业增稠剂和糊精，至于你们闻到的浓郁肉香。陈卓转身把麦肯克样品推进旁边一台庞大机器，这台叫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它能把液体里所有化学成分连祖宗18代都查清楚。几分钟后，电脑屏幕跳出一张复杂波峰图，陈卓握着鼠标，指着屏幕高高凸起的尖峰挨个念名字。陈卓念着橙味核苷酸2钠，增鲜的，焦糖色，调色的，异物酸，模仿肉味的。陈卓直视镜头，一字一句地说，各位，质谱报告清清楚楚显示，这碗打着8小时慢熬卖9块9的大骨汤里，连半根猪骨头成分都没有。陈卓说全都是化工原料。直播间安静了足足10秒，紧接着弹幕疯狂刷屏，有人喊卧槽，我中午刚喝2碗，难怪喝完嘴发干。有人喊呕，那白蜡太恶心了，退钱，麦肯克退钱。有人喊拿化学试剂当汤卖，洋品牌就这德性，简直是投毒。连麦那头的毒嘴老金一拍桌子，扯着嗓子吼，看见没？啥叫科技狠活？啥叫良心企业？陈老板一台离心机，直接把麦肯克的底裤扒干净了。这场硬核直播不到半小时就冲上热搜第一，麦肯克公关部彻底瘫痪，客服电话被打爆，官方刚发了条产品符合标准的通告，不到2分钟就被几10万条骂声淹没，吓得赶紧删帖关评论。陈卓没给他们喘息机会，直播一结束，直接把盖着实验室公章的质谱分析报告打包发给监管部门。第二天一早，麦肯克5家大店还没开门，几辆执法车就堵在门口，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拉起警戒线冲进后厨，直接查封了堆成山的植脂末和骨汤香精桶。面对铁证和化工原料，麦肯克店长脸色惨白，在查封单上签字后直接被带上车调查。围观群众拍手叫好，涉嫌虚假宣传和违规添加，麦肯克等着交天价罚款。5家大店被勒令关门停业，跨国巨头在省城的招牌1天内被砸个稀巴烂。消息一出，整条街轰动，被化学汤恶心坏的食客转头全涌向之夏餐吧，真材实料做出口碑，之夏营业额直接蹭蹭往上涨。自从干翻了跨国快餐巨头麦肯克，之夏餐吧的名声算是彻底在全省打响了。店门口天天排起长龙，食客们抢着来吃饭，之夏集团账上的钱更是像滚雪球一样，一天比一天多。林之夏看着手里的财务报表，二话不说，风风火火地启动了全国扩张计划。头几个月，平原地区的几10家分店开得顺风顺水，中央厨房统一把半成品配好送过去，各个分店里的智能做菜机只需要一键操作，出餐的标准卡得死死的，做出来的味道跟总店一模一样，挑不出一点毛病。可就在他们准备进军大西北，打算拿下鳕鱼高原市场的时候，之夏集团碰了个硬钉子。海拔3600米的鳕鱼分店后处理，一锅刚出炉的红烧牛肉端上了不锈钢操作台。陈卓刚下飞机，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放，直接赶到了店里。他走上前，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牛肉塞进嘴里，刚嚼了2下，眉头直接拧成了一个死疙瘩。陈卓一口把肉吐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这肉咬在嘴里发柴，根本就嚼不烂。最要命的是，肉块里头的血水都没炖出来，吃进嘴里
里带着一股子浓浓的腥味。再看那锅里的汤汁，清汤寡水的，连料包里的香料味都没熬出来。总店派来的厨师长王胖子站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身上的围裙都湿透了。他伸手指着旁边那排闪着蓝光的智能做菜机，王胖子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说这是真不怪他，这破地方邪门得很。锅里的水烧到80多度就咕噜咕噜冒泡了，机器全是按总店的程序走的，时间一到就自动停火。可这锅里的肉它就是不熟啊！陈卓盯着那锅半生不熟的牛肉，没接茬。这是高原地区的通病，这地方气压低，水的沸点也跟着往下降。在平原上100度才能烧开的水，到了这儿85度就开了，温度上不去，食材内部的纤维根本破坏不了，香料的味道自然也就熬不出来。王胖子问陈总：“咱这智能机器是不是水土不服啊？”王胖子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出主意：“要不咱赶紧去买几口大高压锅，我在这边找几个有经验的本地师傅，让他们靠手工死盯着火候。”陈卓一口回绝，说：“知夏集团的核心就是绝对的标准化，要是靠人去盯着，100锅能做出100个味道，那咱们还叫什么连锁品牌？”正说着话，后厨的门被人一把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手里盘着2串小叶子檀，身后还跟着几个本地餐饮界的老板。这人是本地最大的传统酒楼老板，姓刘。刘老板低头瞅了一眼垃圾桶里的生牛肉，咧开嘴，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笑了起来，说：“哎呦，陈总，听说你们从平原带来的高科技机器在这儿罢工了，我特意带着手底下的兄弟们过来，就想看看这高科技罢工是个什么稀奇样。”陈卓转过头看着他，没搭理。刘老板大摇大摆地走上前，伸手拍了拍那台高档的智能做菜机，满脸看不起的样子，说：“陈总啊，你们年轻人搞点花里胡哨的机器，在平原骗人就算了，到了我们这雪域高原，你那套根本行不通。这地方连煮个鸡蛋都得用高压锅，火候全靠老师傅的眼力劲儿，你想用个破电脑程序来代替人，做梦的吧？”他身后跟着的那几个本地老板一听，也跟着大声哄笑起来。本地老板们说了声就是，还吹牛皮说什么跨海拔标准化，真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神仙了。本地老板们又说：“我劝你们赶紧关门歇业，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不仅是这帮本地老板跑来看笑话，这消息早就传到了网上的餐饮论坛里。那些之前被知夏集团打压的喘不过气的同行们，这会儿全都跳出来踩上一脚。同行们大喊：“知夏集团的扩张神话彻底破灭了！跨海拔做菜可是餐饮界的绝症。”他陈卓真以为自己懂点机器就能逆天了，大家就坐等雪域分店倒闭吧。中央厨房模式在高原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在这时，林之夏的电话也打到了陈卓手机上。电话那头，他的声音透着10分的焦急：“陈卓，现在网上的话很难听，董事会那边也慌了神，要不咱们把雪域分店的开业时间往后推一推，先找几个专家好好研究一下。”陈卓手里拿着手机，看了看旁边满头大汗的王胖子，又看了看一脸得意的刘老板，冷笑了一声：“推什么推？明天照常开业。”陈卓对着电话撂下这句话，直接挂断。他转过身，指着后厨墙角的一块排班白板，对王胖子吩咐：“去，把那块板子给我擦干净推过来，再去把我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王胖子愣了一下，赶紧跑过去照做。刘老板抱起胳膊，冷哼了一声：“怎么着？陈总这是要现场给我们画大饼啊？”陈卓连正眼都没看他径直走到那块白板前，伸手拔下记号笔的盖子，直接在白板上刷刷刷写下了一长串极其复杂的物理公式。写完之后，陈卓拿笔敲了敲白板，转过头看着眼前这帮一头雾水的人，这叫克拉珀龙方程。陈卓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后厨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它是热力学里用来描述物质相变时压强和温度关系的绝对法则。刘老板一听，眼睛瞪得老大，像看疯子一样看着陈卓：“你他娘的在这儿炒菜呢，扯什么物理公式？脑子进水了吧？”陈卓放下手里的笔，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翻开笔记本电脑，从兜里掏出一根黑色的数据线，他把一头插在电脑上，另一头直接拆开智能做菜机的检修面板，插进了主板接口。你们觉得高原做菜是绝症，那是因为你们只知道死记硬背火候。陈卓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屏幕上立马跳出了一大串黑底绿字的底层代码。气压变了，沸点就跟着变，这在物理学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变量关系。既然是变量，就能用算法来解决。陈卓两眼紧盯着屏幕，手指敲的键盘啪啪作响。原厂的控制程序写死了平原的标准大气压。我现在给这台机器的主板刷入一个新的动态热力学补偿算法。陈卓一边敲着代码，一边用大白话给旁边的人解释，听得王胖子一愣一愣的。我激活了机器自带的环境气压传感器，现在机器会实时读取厨房里的气压数据，气压一旦往下掉，算法就会根据这套克拉珀龙方程自动推算出当前水沸腾的准确温度。敲击键盘的声音越来越快，陈卓两眼放光，推算出真实的沸点之后，算法会自动接管加热模块和高压阀门。温度上不去是吧？那就自动延长高频超声波的震荡时间，利用空化效应强行撕裂食材纤维，同时拉高密闭舱的压力临界点，把沸点硬生生给我压回100度。陈卓重重地敲下回车键，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绿色的进度条，眨眼间就拉满了。智能做菜机发出一声清脆的低声，屏幕重新亮了起来，超声波萃取频率自动增强20%。陈卓拔下数据线，站起身，指着机器对王胖子说：“按总店的标准配方，下肉、加水、放料。”王胖子咽了口唾沫，手忙脚乱地把一盆生牛肉和标准料包到进锅里，盖上厚重的密封盖。陈卓伸出手，直接按下启动键，机器内部立马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跟在平原上不一样。这次高压排气阀死死锁住，一点蒸汽都没漏出来。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整个不锈钢机器都在微微震颤。刘老板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他往后退了一步，指着机器大喊：“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肉炖不烂就是炖不烂，你还能让机器成精了不成？”陈卓拉过椅子坐下，看都没看他一眼，只吐出4个字：“等40分钟。”后厨里没人在说话，只有机器在疯狂运转，屏幕上的压力数值不断往上走。
精准地停在了一个临界点上。40分钟一到，滴，烹饪完成，机器自动断电，顶部的泄压阀嗤的一声打开，一股浓烈的白雾直冲房顶。雾气还没散开，一股霸道至极的红烧牛肉香气直接灌满了整个后厨，那香味浓得化不开，香料味和牛肉的油脂香完美混在一起，闻不到一点腥气。王胖子闻到这味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味道跟平原总店里炖出来的一模一样，甚至因为高原冷空气一击，这香气在高原冷空气中闻起来更加缠人。他急吼吼地冲上去，一把掀开锅盖，锅里的汤汁红亮红亮的，正在翻滚冒泡，牛肉快吸饱了汤汁，表面泛着油光。王胖子拿起筷子，随手夹起一块带着牛筋的肉块，筷子刚一用力，那块原本硬邦邦的牛筋竟然像豆腐一样，直接被夹断了，烂了！陈总，彻底炖烂了！王胖子激动的声音都劈叉了，把半块肉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溜，却舍不得吐出来，绝了，味道全进去了，吃着比总店的还要软糯。刘老板不信邪，他大步冲过去，也不嫌烫，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肉塞进嘴里，刚嚼第一口，刘老板的动作就僵住了，他脸上的肥肉抖了2下，活像大白天见了鬼。这牛肉不仅炖得软烂脱骨，连最里头的肉丝里都吸满了浓浓的汤汁，这种火候，就算是他酒楼里干了30年的老师傅，用高压锅死死盯着，也绝对做不到这么均匀完美。刘老板看着自己满手的油，结结巴巴的嘟囔，这怎么可能？一段破代码就搞定了。陈卓走过去，抽了张纸巾擦手，盯着他说，物理法则面前没有绝症。当天下午，陈卓在后厨写公式敲代码改造机器的监控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整个科技界和餐饮界瞬间炸开了锅。有人说卧槽，用热力学方程写动态补偿算法，这特么是厨子还是中科院的院士啊？有人说降维打击，绝对的降维打击，困扰了餐饮界几10年的跨海拔标准化难题被几行代码给秒了。谁说知夏集团在高原要完蛋的？人家直接把机器进化了。科技媒体连夜发文，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物理算法解决餐饮界绝症，知夏集团重新定义智能做菜。餐饮论坛里那些看笑话的同行全成了哑巴，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他们天天吹捧的老师傅经验，在沉着的科学算法面前被碾压的连渣都不剩。转眼来到英都国际会议中心，此时灯光雪亮，台下密密麻麻坐着几百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全是全球顶尖的餐饮巨头和米其林大厨。台上，法国米其林3星主厨皮埃尔正拿着滴管和测温枪，对着一盘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菜喷液氮，搞得舞台仙气飘飘，像个化学实验室。皮埃尔放下滴管，拿起麦克风，满脸得意的撇嘴说：“各位，真正的顶级美食必须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数据上。”他伸手一指台下中餐代表团，语气全是嘲讽，说像东方中餐那种全凭厨师手感的做法，连盐放多少都要用少许、适量来形容，这根本不是科学，这是原始的碰运气。这种落后的烹饪方式根本上不了国际台面，注定要被现代餐饮淘汰。台下几百个外国大厨纷纷点头哄笑，有人直接冲中餐代表团竖起大拇指，然后狠狠倒转朝下。陈卓坐在第一排，冷笑一声，站起身直接往台上走。他没穿花里胡哨的厨师服，也没带精密仪器，手里只拎着一口黑黝黝的宽口大铁锅，另一只手拿着把半米长的大铁勺，走到操作台前，哐当一声，陈卓把几十斤重的铁锅重重砸在炉灶上。台下的老外们笑得更大声了，有人吹口哨，有人直摇头。皮埃尔盯着铁锅，一脸嫌弃的往后退了2步，说：“陈先生，这里是国际顶尖的美食峰会，不是你们街边的路边摊，你拿这口破铁锅上来，是想给我们表演马戏团杂耍吗？”陈卓根本不搭理他，直接拧开猛火灶，轰的一声，蓝色火苗舔上锅底，火舌窜起半米高。陈卓头都没抬，边热锅边说：“科学不是把厨房变成实验室，搞一堆花架子，真正的科学是把物理法则刻在骨子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东方的流体力学。”皮埃尔冷哼一声，抱起胳膊站旁边等着看陈卓出洋相。陈卓拿过旁边早就备好的2个大瓷盆，一盆是黑透了的乌鸡黑松露浓汤，另一盆是白得发亮的淮山药百合羹。这2种汤汁都是用破壁机打出来的，浓稠度极高。脑子里叮的一声响过系统提示，流体力学建模已开启，锅体受热图谱扫描中，当前中心温度210度，边缘温度140度，最佳注入角度计算完毕，转速要求每秒1.5圈，流体密度差异比对完成，层流效应触发条件已满足。陈卓眼神一紧，双手端起2个大盆，同时往烧热的铁锅里倒，一黑一白2道粗壮的汤汁跟2条水龙一样冲进锅里。台下的老外们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皮埃尔大声嘲讽，2锅密度差不多的汤混在一起，高温一煮，马上就会变成一锅灰色的恶心糊糊。这就是你说的科学？简直是胡闹！陈卓没说话，右手抓起大铁勺，贴着锅底用力一划，铁锅里的汤汁跟着转了起来。陈卓的手腕跟装了精密轴承似的，大铁勺在锅里画出一个个完美的弧线，速度不快不慢，刚好卡在系统提示的每秒1.5圈。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黑白2种汤汁在锅里高速旋转，竟然完全没有混成一团，黑色在左边抱团，白色在右边聚拢，中间形成了一道清晰无比的 S 型分界线，一个完美的太极图在沸腾的铁锅里成型了。台下的笑声停了，几百个老外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脖子伸得老长，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皮埃尔脸上的横肉一僵，连退3步，指着锅结巴了说：“这不可能，没有物理隔离板，他们在沸腾状态下怎么可能不融合？这违背了常理。”陈卓手里的铁勺不停，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清清楚楚砸在每个人耳朵里。这叫非牛顿流体在特定温度梯度下的层流效应。铁锅中心的温度高，边缘温度低，热对流和勺子带来的向心力达到了完美的物理平衡。2种汤汁密度存在微小差异，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它们形成了稳定的层流，永远不会越减。陈卓手腕一抖，铁勺在太极图的黑白2边各点了一下，2滴汤汁精准互换位置，成了太极的2个阵眼。火候到了，陈卓关火，单手端起几十斤重的大铁锅，手腕稳稳一翻，一整锅太极羹顺滑地滑进巨大的白瓷平底盘里，汤汁落盘，
太极图的形状一丝一毫都没乱，连分界线都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直，全场连个咳嗽声都没了。几百个老外跟看外星人一样盯着那个大盘子，连呼吸都放慢了。几个国际评委赶紧冲上台，一人拿个小勺子，小心翼翼咬了一口放进嘴里，汤汁刚碰到舌头，几个白胡子老头评委瞪大眼睛，激动的直拍大腿，说上帝啊，这味道！氨基酸的鲜味在嘴里完全炸开了，而且黑白两边的口感完全不一样。陈卓把铁锅往旁边一放，扯了张纸巾擦擦手，开口说：中餐的药膳从来不是乱炖，黑色部分的无机水溶性蛋白在高温下发生了完美的美拉德反应，提取了极限的鲜味，而白色部分的淮山药粘液蛋白在边缘低温区锁住了全部水分和营养。这口锅里包含了高压萃取、分子重组和热力学传导，我们东方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把这些化学反应玩明白了，只是没用你们那些生涩的名词罢了。几个评委根本顾不上说话，拿着勺子疯狂往嘴里塞，没几下就把盘底刮得干干净净。一个米其林3星评委激动地高举双手，对着麦克风大喊：说完美！这是物理学和美食的终极奇迹，是艺术与科学的巅峰。紧接着台下不知是谁带头用力拍了一下手，2秒钟后，哗的一声，全场几百个外国大厨、美食评论家、餐饮巨头齐刷刷站了起来，巨大的掌声爆发开来，差点把会议中心的房顶掀翻。那些之前竖大拇指朝下的人，现在把手掌都拍红了。皮埃尔呆呆地站在旁边，看着干干净净的空盘子，脸涨得通红。皮埃尔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手里拿着的那个装逼用的玻璃滴管，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转眼来到几年后的晚上，京城街头全是人，到处挂着龙国旗帜，路边停着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司机老李双手死死捏着方向盘，大气都不敢喘。后座上，陈卓正闭眼歇着，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宿主改变命运节点成功，知夏餐饮集团已成为全球行业霸主，系统核心数据已与宿主肌肉记忆100%融合，系统即将进入永久休眠状态，祝宿主生活愉快。蓝色光幕闪了2下，彻底消失。陈卓睁开眼笑了，3年时间，从一碗姜枣粥起家，到现在上百亿身价，干翻一票跨国巨头，这卦总算开到头了。副驾驶的秘书转过头小声说：陈总，首富王老板那边又打来电话了，说在盘古大观顶楼备了酒席，想给您办个庆功宴，顺便聊聊下半年的合作。陈卓摆摆手说推了，告诉他我今晚有私事，谁也不见。秘书一愣，说可是王老板那边。陈卓声音不大，但透着古不容反驳得很近，说我推了。秘书赶紧低头说好的陈总。陈卓拍拍驾驶座靠背，说老李，去城南老棚户区吉祥胡同。老李一脚油门，车子稳稳开出去，车停在胡同口进不去。陈卓推门下车，林之夏牵着念念早等在路边了，她一身简单的白衬衫配牛仔裤，完全看不出是个大集团的女总裁。念念长高了不少，穿着碎花裙，手里摇着拨浪鼓直响。念念喊了声爸爸，甩开妈妈的手扑进陈卓怀里。陈卓一把抱起女儿亲了一口，胡茬茬的小丫头咯咯直笑。她一手抱娃，另一手拎着个黑塑料袋，装的是刚从菜市场买的活杀老母鸡，外加2根大葱1块老姜。林之夏看着黑乎乎的巷子和那塑料袋，抿嘴直乐。几百亿的大老板，大晚上跑回这破地方炖鸡汤，说出去谁信啊？几百亿怎么了？几百亿也是你老公。陈卓牵起老婆的手，往巷子深处走。巷子尽头是栋破旧筒子楼，正是他们3年前住的地方。陈卓发迹后直接把整栋楼买下来空着，定期找人打扫。推开掉漆的木门，屋里还是那10几平米，一张破方桌，一张旧床，角落里放着沾满油污的煤气灶。陈卓把塑料袋往桌上一放，脱下10几万的高定西装随手搭在椅背上，卷起衬衫袖子，扯下墙上洗发白的旧围裙系上。林之夏想过来帮忙理袋子，陈卓转身按住他的手说：今天你歇着，我来弄，不用你那些高科技设备了。林之夏靠在门框上问：不用了。陈卓拿起案板上那把生锈的旧铁刀，拿大拇指刮了刮刀刃，说：今天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手艺。拧开水龙头洗净手，陈卓把老母鸡往案板上一摔，手腕一抖，旧铁刀在半空划出道冷光，咔的一声，一刀下去，鸡脖子和身子精准分家。他看都不看，手里的刀上下翻飞，咔咔咔咔几声脆响，不到10秒，一整只老母鸡全变成了同样大小的肉块。以前干这活，眼前总会跳出系统提示，告诉他下刀角度和骨骼硬度，现在啥也没了，陈卓全凭手感。刀刃切开皮肉，斩断骨头的触感顺着刀柄传过来，他闭着眼都知道哪块肉最嫩，哪块骨头最适合熬汤。系统的数据早就变成了他的身体本能。鸡块扔进铁锅，加满凉水，陈卓拧开煤气罐，按下打火灶，啪的一声，一圈蓝色火苗窜上来舔着锅底。没用任何测温仪和控温系统，陈卓就站在锅边死死盯着水面，水刚冒小泡，他抓起漏勺，稳稳撇去表面那层灰色血沫。这玩意撇不干净，汤就发腥。撇完浮沫，他拿起老姜一刀面拍下去，啪的拍碎扔进锅，接着把大葱挽个结也丢进去，火候直接转到中小火，锅里咕嘟咕嘟翻滚起来。陈卓盯着水花，听着动静，光看水泡破裂的频率和水汽的形状，闻着空气里的肉香，脑子里直接跳出数据：当前水温96.5度，肌肉纤维正在舒展，水溶性蛋白开始释放，根本用不上仪器，他的眼睛和鼻子就是最牛的仪器。念念趴在方桌上，双手托着下巴使劲吸鼻子，说：爸爸，好香啊。林之夏走过来，从背后抱住陈卓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轻声说：是啊，好香。正说着，窗外砰的一声巨响，整个夜空亮得跟白天一样，远处鸟巢上空炸开无数烟花，红的黄的绿的像流星雨一样往下掉。今天是开幕的日子，全京城都在狂欢。念念高兴地蹦下椅子，跑到窗边，趴在玻璃上往外看，小脸被映得通红。他喊道：哇，烟花，
妈妈快看烟花！陈卓看看窗外的烟花，又看看背后的老婆和窗边的闺女。锅里的鸡汤咕嘟咕嘟炖着，热气把窗户玻璃蒙上了一层水雾。这10几平米的破屋里，全是实实在在的肉香。陈卓收回目光，挑出葱节和姜块，从调料盒里捏起一小撮盐，均匀撒进锅里。除了盐啥都不放，真正的好食材配上顶级的火候，多放一点调料都是对这锅纯粹鲜味的糟蹋。陈卓说了声关火，出锅。陈卓关掉煤气灶，垫着抹布直接把黑乎乎的旧铁锅端上小方桌。桌角不平晃了一下，他熟练的捡起一块旧纸板垫在桌脚下，桌子立马稳当。拿过3个缺口的粗瓷碗，一人盛了满满一碗，汤色又黄又亮，飘着层薄油，一点杂质没有，浓郁的肉香直往鼻子里钻。陈卓把碗推过去，说来尝尝。念念早等不及了，抓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就往嘴里塞。林之夏赶紧拦，喊道：“慢点，烫，晚了。”小丫头已经喝进嘴里，烫得直吸溜气，小脸皱成一团死活不吐，硬生生咽了下去，扯着嗓子喊：“呼，好喝！爸爸做的汤天下第一好喝！”说完又伸手去抓锅里炖得软烂的鸡腿。林之夏看着女儿的馋样直乐，端起碗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小口。鸡汤刚入口，他就愣住了。这汤没有店里超声波萃取的极致浓郁，也没精确到克的营养配比，就是一碗最普通的家常鸡汤，但偏偏鲜得连舌头都要化了，鸡肉香顺着喉咙滑进胃里，暖洋洋的，把这3年的疲惫和紧绷全化开了。林之夏低着头，眼眶一酸，眼泪吧嗒掉进碗里。他想起3年前那个冷夜，陈卓也是在这个破煤气灶上给他熬了碗救命的姜枣粥，那是他们改命的起点。陈卓看着老婆掉眼泪，没吭声，伸手用粗糙的拇指抹掉他眼角的泪。他端起自己的碗，大口干了半碗汤，长长呼出一口气。窗外的烟花还在往上窜，照亮了这间小出租屋。陈卓一把攥紧林之夏的手，低头大口吃起肉了。